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枪口转向他们曾誓死守护的人民。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的女儿被人霸凌奸杀，竟被那些穿西服的权贵污蔑成勾引富家少爷索要巨额报酬的下贱女子。叶青云也在查找真相时被人砍去4肢，跳江致死。临死前给你发去求助短信。大夏麒麟军亲卫团叶青云，请将军南下汉江，为下属主持公道。一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此刻，你看着这几天调查到的信息，因为愤怒而颤抖的双手微微抬起，挂旗。下一秒，一面面印有瑞兽麒麟的军旗直冲鸣啸，散发着恐怖的肃杀之气。随后，你挥手下令道：“鸣枪，为亲卫团叶青云将士送行。”大陆惊天动地的枪声响起，为叶青云送行。下了场长达5分钟的子弹，不仅惊动了首府京都，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一阵风暴。我们这类人可马革裹尸，可战死沙场，但不能枉死在同胞手中。江山是穿军装的人打的，也是穿军装的人在手，享福的却是那些穿西装打领带。即便这样，他们还想一手遮天。穿军装的要是倒下，那些穿西装的就只能跪着。他们既然意识不到这点，那就打醒他们。即刻传本将军命令，暗中调集3000麒麟军，随本将军南下。必要时，将由麒麟军全权接管本土战区，对汉江市出行下达全面封锁的命令。说着，你朝着叶青云的照片拜了一拜。放心，凡涉事之人，通通都得下去给你磕头请罪。汉江市江水一湾别墅区，劳您费心了，小女也不懂事，幸好是匿名发布，只是没想到那个女孩的父亲会是一个兵者。一个手中夹着昂贵雪茄的中年对着电话那头说道：“他叫白茂之，正是汉江学府的董事白小璇的亲生父亲。兵者每年死的兵者不计其数，更何况有那位在上面顶着，纵然是他所在的战区，下场查还能翻篇不成？过几天就是我家老爷子的大寿，要尽快从根源上掐灭这件事，必要时可以用些手段。”叶家村叶青云家中，大堂摆放着2口空棺，中央位置坐着一个双眼无神的妇人。街道上村民有悲痛，必有幸灾乐祸。哎，素华这么多年老是在家务农，照顾卧病在床的老娘，结果出了这事。这还不是自找的，这2口子生了个不知廉耻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害死了自己不说，还害了老子，不但卖身，还向富家少爷索要高额报酬，被人家给失手打死。听到这些话，大堂中的素华气急攻心，咳出了一团鲜血。你们都没有看那条视频吗？我女儿是被他们强迫致死的，如果真是被失手打死，那为什么不把遗体还给我们家？这个要求很过分吗？闻言，众人沉默不语。是啊，一点都不过分。但过去几天了，大堂中依旧是2口空棺。让让！突然，一道不耐烦的声音从院外传了进来。只见一个提着公文包的男子带着几个壮汉走了进来。叶芊芊的家属是吧？这个视频是你们发布的？你女儿的死并没有那么复杂，你们已经对其他无关的人造成了损失。赵少爷看你们可怜，并不打算追究你们的责任，但你们必须签订不再瞎闹的协议。说着，男子从公文包当中掏出一张拟定好的协议，放在了素华面前。素华浑身都在颤抖，到头来施暴的人成了受害者，真正家破人亡的还要被追究责任。愣着干嘛？快签，老子赶时间。男子崔天华推了推素华，催促道：“我女儿和我老公的遗体什么时候能还给我？”素华看着崔天华问道：“啥？还给你们？开什么玩笑？现在禁止私自安葬，他们的遗体早就火化。”听到这话，素华差点栽倒在地。你们这群畜生！说着，他一把将协议撕碎。我不会签的，我要告你们！冥顽不灵！崔天华掏出电话，过来吧，这群贱民太他妈不识好歹！不多时，一辆面包车如猛兽般撞过前院，堵在了叶家大堂前，差点就撞到了素华。面包车上踉跄了下来一个男子，抱歉，喝多了。然后掏出电话打给治安司自首。愤怒涌上所有人的心头，但更多的还是恐惧和绝望。这时，崔天华也走过来，嚣张道：“签吧，就算有人会替你出头又怎样？但汉江市那些人就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天。”素华正要接过协议时，外面突然传来了汽车轰鸣声。众人看见一辆辆军用吉普停在了叶家门口。你率先下车，看了眼屋内的情况，下达了一条让所有人当场石化的命令：拿枪来！此刻你已经压制不住怒火，南下汉江。本想先找白小璇，但想到叶青云在乡下的夫人和卧病在床的老娘，便先来到这，打算在精神上给他们活下去的盼头。没想到居然遇到这种事。你接过下属递来的枪，看向崔天华等人。面包车是谁开进来的？现场鸦雀无声。先前那个有恃无恐的酒驾男子，见到你和你身后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后，准备开溜。砰的一声，只见那男子抱着中弹的腿倒在地上，嚎叫着：“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很好，你的声音没有丝毫感情。把他押过去，给我老大哥和他女儿磕头。话落，队伍中走出2人，将酒驾男子提到大堂，并压着他，不停地朝着遗像磕头。见状，崔天华正准备打电话时，就感觉脑门一凉，支吾道：“我是个律师，我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他们好，你信吗？”你冷哼一声：“你腿上有瘤，开枪打你是在救你的命。”随后直接在几人腿上全部压过去磕头，待会通通处死。你改！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但我是汉江市白家的人，杀了我们，他们都得陪葬。你能一辈子守在这吗？崔天华当即怒声威胁道：“你只是点了下头，然后扣动扳机，阳间没人敢收我，你下去问我。”一声枪响，崔天华脑袋后仰倒在地上，到死他都是一脸惊恐。
这一幕也彻底吓坏了在场众人，尤其是那些壮汉，更是疯狂的磕头求饶。但你没有搭理他们。嫂子，你来到素华面前，当初在边疆时，叶青云给你看过对方和叶芊芊的照片。我叫姬如龙，与叶青云是袍泽，私底下我称他一声老大哥。你们是因为青云的死而来吗？你们知道他不是自杀的是不是？素华一听这话，宛若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你走到了那群正跪在地上磕头的人身后，我知道是有人制造了他自杀的假象，你们下去后好好给他道个歉。我们这些人在边疆冒着生命危险打下的太平盛世，不该是杀死我们的刀。话落，枪响，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嫂子，节哀顺变，你放心，只要我姬如龙在一点，那些害死他们的人一个都活不了。我姬如龙今天当着你的面，以冠军侯的名义起誓，若杀不绝那些人，我姬如龙退位神坛，再不踏足边疆半步。说完，你对着下属说道：“去找白小璇，先拿他开刀。”与此同时，午门区治安司司长办公室，随着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司长白金涛慵懒地接起，下一秒便从座椅上弹了起来。战区的车队开到叶家村，并且当众枪杀数人。他自然知道对方是为了叶青云而来，继续道：“身份搞清楚了吗？”没有，叶家村的人一问三不知，对方没挂牌，也没有带险，我们也很难查。白金涛皱了皱眉，下一秒，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破开，滚出去！白金涛怒喝一声，话音刚落，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入眼的是两个陌生男子，一身戎装，未带弦。我来要个人。你走到他面前，眼神犀利。白金涛默默挂断电话后，又拨出一个号码，但迟迟没有反应。你们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又指着两人嚣张道：“你算个什么东西？本司长需要听你的命令。”放肆！你身后的晴天抬手就是一巴掌。几天前，汉江学府有一名学员死在了自己的寝室，他的父亲是我的同僚。你们治安司通报说他是跳江自杀身亡，有印象吗？说着，你拉开椅子坐下。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白小璇，给你1刻钟提人。晴天已经抬起手表，开始计时。白金涛被打懵了，强势霸道，这是短暂接触后白金涛对你的第一印象。一般没有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是强装不出来这副模样的。一时间，白金涛有些拿捏不准。喜欢写字，这时你注意到墙上的字才能通天，是能压人。晴天直接被逗笑了，一个小小的治安司司长也敢说这话，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从想起25年到现在为止，放眼整个大夏，能真正做到这点的，怕也仅有鼎盛时期的姬老爷子。这话倒不假，早些年你爷爷姬天下真可谓是天下兵马，天下钱财皆为其所用。只不过5年前，老爷子卸任了，现任总督由魏家的老爷子担任。闻言，白金涛尴尬的笑道：“一点小爱好，还有关于叶芊芊和叶青云父女俩的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你们就算有异议，也不能如此霸道的闯入治安司要人。”说话间，白金涛一直在观察你，但你太平静了。你面无表情的开口道：“我只相信自己调查到的真相。刚刚你说叶青云是自杀，可他在临死前给我发过一条求助讯息，明确的说明自己是被人追杀，你怎么解释？”闻言，白金涛神情一僵，意识到事情有些棘手。不知道你们是隶属于哪个战区？我与本土战区的某位2级校官有些交集，说不定你们还认识。找个时间坐坐，然后咱们再详聊这件事。4到1级校官，1级最大，在网上就是将官了。莫说是一个小小的2级校官，就算你真搬出几位将军来，血债还是得血偿。你又抬手指了指手表，1刻钟所剩的时间不多了。白金涛脸色阴沉，小子，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怕告诉你，白小璇在入狱的第1天就保外就医了，是我亲手办的。我叫白金涛，是白小璇的亲大伯。说到这里，他从抽屉拿出一根昂贵的雪茄点上。另外，叶青云也确实不是死于自杀，但那又怎样？你知道这件事涉及到的人物有多大吗？那是一只手就能遮住汉江这片天的人，你一个连身份都不敢摆在面上的小卒，又能改变什么？突然，你的电话响了起来，看了一眼来电，上面显示老爷子，皱了皱眉，并没有接听。这一幕，白金涛则看在眼里。是你所属战区的上级打来的，你连上面打来的问责电话都不敢接，又怎么好意思在我这装大尾巴狼？话音刚落，办公室内再次响起了一阵铃声，只不过这次响的却是晴天的电话。我可不敢不接。晴天递过电话，一脸苦笑。见状，白金涛赶忙凑近脑袋，一脸的戏谑和嘲弄：“要不你来？”你见他这副样子，接过的电话又朝他递了过去。白金涛一笑，正有此意，一把夺过电话，清了清嗓子：“我是白金涛，汉江市午门区治安司司长，你的下属。近日带着人在叶家村当众杀人不说，更是强闯治安司，对我这位司长行凶。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不仅他们出不了汉江，你同样也吃不了兜着走。”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白金涛眉头紧皱，语气不悦：“讲话！”终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好，你把电话给他，我给你一个交代。”白金涛冷哼一声，将电话丢在办公桌上。小子接电话，你玩味一笑，摁下了免提键。电话那头的声音再次传来：“你不知道麒麟军作为边军，若无首府调领，不得擅自入境吗？南境13省纷纷致电首府，说你这位冠军侯亲自率领3000麒麟军南下，步兵汉江城外，怎么这是准备打下汉江？”一听这话，你还没做声，白金涛猛地倒抽一口凉气，手中的雪茄也掉落在地。暂时不至于，不过保守估计得杀一批人。听说杀我麒麟军背后的人手眼通天，
若必要的话，我不介意在汉江先动一场战争，看看这张大手遮不遮得住我这支不败军团。你似笑非笑地看着白金涛，对电话那头回道。此话一出，使得原本就傻眼的白金涛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满脸惊恐。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才道：刚才那个扬言要让我吃不了兜着走的孩子送来京都。电话挂断。白司长去过京都吗？你看着白金涛笑道。我爷爷叫姬天下。闻言，白金涛再也绷不住了，身子一滑，重重地跪在了地上。姬天下想起25年一手平定乱世，掌天下兵马财政的总督姬天下，面前这个家伙是……对了，我叫姬如龙，边军总指挥，知道我的人都习惯性地称我一声冠军侯。侯爷，白金涛头皮一炸，连连磕头道。汉江市午门区治安司司长白金涛拜见侯爷。我什么都说。白小璇在江水一湾别墅区。然而一刻钟到了，你走到窗户边，俯瞰着这座城市，杀气腾腾地吐出一个字：抓！白金涛面如死灰，他知道自己算是彻底完了。还有那些参与其中的庞然大物，他们自认为死了2只蚂蚁，谁曾想到他的死不仅惊动了冠军侯亲自下场，更是让一支整整3000人的队伍在短短不到2天的时间里兵临汉江城。江水一湾白家别墅中，2个18、19岁的女孩正拿着游戏手柄盘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个神色倨傲的正是本该因过失杀人入狱的白小璇。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枪口转向他们曾誓死守护的人民。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的女儿被人霸凌奸杀，竟被那些穿西服的权贵污蔑成勾引富家少爷索要巨额报酬的下贱女子。叶青云也在查找真相时被人砍去4肢，跳江致死。临死前给你发去求助短信。大夏麒麟军亲卫团叶青云，请将军南下汉江，为下属主持公道。一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要不是叶芊芊这个贱人那么脆弱，本小姐又何至于被困在家里，连门都不能出？不过你能来陪我，我还是挺开心的。女孩表情不自然地笑了笑，她叫黄小雅，同样就读汉江学府，是白小璇的跟班。此刻，白小璇摔碎了游戏手柄。提起叶芊芊那个贱人，本小姐就郁闷。还有柳叶子那个贱婊子，都怪她把视频传到网上。喜欢拍视频是吧？说着，白小璇掏出手机，邀请黄小雅。本小姐拍得清清楚楚，你过来看看。我们还是学生，我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我求求你们不要逼我了好吗？视频中传出叶芊芊怯懦懦的声音。哼，你个小婊子还在这装，你只要乖乖听话，什么事都没有，否则你全家都得完。求你们了，不要这样，我只想好好上学。哎呦，各位少爷看你们的了。随着白小璇的话落地，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青年朝着叶芊芊逼了过去。你们几个摁住他！本少爷没有吃残渣剩饭的习惯，怎么回事？他好像死了！妈的，真晦气！老子还没尝呢！赵天成，你特么掐他干鸡毛！操！太兴奋了，我也想不到他会死啊！赶紧走吧。视频到这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舒坦多了。说着，白小璇划过屏幕，点开了另外一个视频。这是柳叶子，这贱人下场更惨。视频播放，黄小雅忍不住皱了皱眉，但不敢扫白小璇的心，转移话题道。小璇姐，我听说叶芊芊的父亲是个兵者，还到治安司闹过，貌似最后跳下鱼龙江自杀了。自杀？哼，你信吗？黄小雅小脸一白，这毕竟是兵者，这么死他的战区不会调查吗？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白小璇满脸不屑地打断。先不说本小姐所在的白家，你也不看看视频中的那些少爷都是什么身份？柳叶子他们柳家在汉江也算是颇有家业了，可他落得如此下场，你可见柳家敢放一个屁？更别说这对出身卑微的妇女了。就算真有人为他们出头，那也是插手一个死一个，根本不足畏惧。话音刚落，别墅的大门突然被强行破开，你边走边下令道：方圆500米，启用1级战备状态，所有无关人等不得入内。霎时间，白小璇和黄小雅只感觉排山倒海般的杀气扑面而来，陷入了极度的慌张中。毕竟这种阵仗人生头一回见。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闯我白家！我大伯是治安司司长，你们最好不要乱来。白小璇当即搬出靠山，然后将手机锁定收起。你走到他面前，语气冰冷：打开。我这个人说话一向不喜欢重复，但看在你年龄上幼的份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手机打开，调到刚才的界面。你指着沙发电脑那里，正是白小璇藏手机的地方。这下白小璇总算是反应过来了。你是为了叶芊芊那个贱人而来，怎么着？你也想欣赏？白小璇话还没说完，你一把抓住他的脑袋，重重地砸在茶几上。下一秒，杀猪般的惨叫声响彻现场。你们本该是同学，他出身低微，也不敢得罪你这位学府懂事的人。你告诉我，为什么要一口一个贱人的称呼他？他生来就该被你欺压辱骂。说话间，你持续加大力道。白小璇正脸朝下，吃了满嘴的玻璃渣。一旁黄小雅早就被吓傻了。在汉江市，竟然还有人敢如此对待白小璇，就不怕被报复吗？白小璇已经吐字不清，但依旧是嚣张跋扈。你招了招手，晴天很快就从沙发垫下面将手机给翻了出来。视频打开，你并没有看，只是对晴天交代道：拷贝一份，该遮掩的地方遮掩，等待合适时公布于众，还孩子一个清白。另外，尽快找到除赵天成外其余几人的具体信息。听到这话，白小璇满脸狰狞：你是哪里来的神经病？就凭你也想还叶芊芊一个清白？今天这事你都过不去，还在这大言不惭，要替别人讨回公道。你表情冰冷，
我南下汉江是来为他们父女撑腰的，将害死他们父女的人一次性杀绝。白小璇忍不住嗤笑一声。作为这次事件的主要挑起人，他再清楚不过叶芊芊父女是怎么死的。他白家和本土坐拥百亿集团的赵家就不说了，还有几个身份足以通天的人物参与在汉江，那些人一句话就是天。想着他还准备说什么，你抬手制止了他的打算。一旁的晴天也是会意的递上了一把枪。遗言说完了没？你要杀我？白小璇有些不信，但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后，目光闪烁。你来真的？他们父女都是贱民出身，哪里比得上本小姐的命？再说他们本就该死。你气急反笑，抬手一枪托砸在他的脑袋上。我的那位老大哥在北境战区服役8载，历经战事变动数十次，出生入死，从未退却。1年多前蜀国针对边境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奇袭，我虽以一己之力斩杀敌敌，威慑诸国退军，但自身也奄奄一息。当时在我身边的亲卫团成员近乎死绝，只有叶青云还挂着一口气。最终是他拖着已经无法站立的双腿，在石子如刀锋的关外跪着将我背了回来。若非那次他双腿留下了伤，就凭你们能杀得了他？出身低微不代表命贱如蝼蚁。他戍守边疆13载，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你，又为这个国家做出过什么贡献？生于和平时代，你甚至都不知道，在国境的关外还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在为了这个国家出生入死。你有什么资格踩在他的尸骨上，理直气壮地说他命贱？白小璇脸色煞白，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他还是硬气道：我不信你真的敢杀我。这时一个麒麟军匆匆进场。将军，赵天成的位置确定了。将军。听到这称呼，白小璇表情凝滞，脑门一凉，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我想给我大伯打个电话，他认识你们战区的人，他一定会救我的。原以为面前这群人顶破天也就是特殊的寻常兵种，哪曾想为那对妇女下场撑腰的人会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将官。直到这一刻，他才醒悟，对方哪里是不敢杀他，分明就是等赵天成的位置确定好，无缝衔接下一个目标。你大伯白金涛在你之前就被送往京都受审，你下去后等等他，在黄泉路上有个照应。说完，你毫不留情地扣动扳机。天色渐晚，京都首府一条简明扼要但却惊为天人的消息传至现任总督卫老爷子耳中，旋即亲自致电基辅。老哥哥，那辆车时隔一个甲子有余，再度出现了。去哪了？姬天下呼吸粗重。汉江，我也没想到，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如果他们也是为了那个麒麟军的死，后果不堪设想。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后你的调遣，枪口转向他们曾誓死守护的人民。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的女儿被人霸凌奸杀，竟被那些穿西服的权贵污蔑成勾引富家少爷索要巨额报酬的下贱女子。叶青云也在查找真相时被人砍去4肢，跳江致死。临死前给你发去求助短信。大夏麒麟军亲卫团叶青云，请将军南下汉江，为下属主持公道。一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从白家别墅走出时，你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想了想，接起道：爷爷。从现在起，停止你在汉江市的一切报复行为，至少2天内，你不准擅自行动。姬天下直入正题，你脸色微变，怎么？朝廷上有人开始施压了？你食指敲着手机后盖，语气冷淡。爷爷，死的是麒麟军，其他事您老人家的话我一定听，但这件事没得商量。您替我告诉那些人，我姬如龙还有47000名部下在关外等一个结果，谁再敢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杀谁。为众人拾柴者，不可冻毙于风雪。边军入境的确坏了规矩，可若不如此，谁又能为叶青云妇女讨一个公道？臭小子，老子什么时候在你眼里这么不堪了？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次你听我的，等2天耽误不了事。此刻你也意识到了不对，到底出什么事了？有人可能要跟你抢活儿，你得让路。姬老爷子又补充道：让那些人多活2天，趁着这2天好好把小女孩安葬了吧。叶青云得葬在京都英灵园，你自己看着办。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怎么了，将军？这时看出你有些不对劲的晴天连忙关心道：你将老爷子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似只是让我姬如龙让路，实则我整个姬家乃至代表大夏至高权力的首府都在让路，究竟是什么人呢？闻言，晴天满脸震惊。开玩笑，我是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就算有，为什么要替咱那位老大哥出头？还是老爷子担心您杀得太狠，故意编出这么个理由来唬你们呢？听到这话，你沉默了。从出生到现在，夏国除了老爷子外，还没有谁能压你一头。或许是有些坐井观天了，先等2天吧。明天把叶芊芊的骨灰送回叶家村，好生安葬。届时本侯亲自为他送行。另外还有一个叫柳叶子的，我准备去看看他。晴天点头道：那咱那位老大哥将他接回京都，安葬至英灵园。那天我要3000将士一路护送他至京都。对了，最近要暂驻汉江，你看看白家别墅对门的那堵，我很喜欢。你看了眼四周，嘴角勾起。鱼龙江边一个年迈的女子看着文件，忍不住称奇道：像，实在太像了。这份履历比起我父亲当年也不妨多让。差远了。在他身边，一个双手负后的中年男人却不认同。女子一笑：堂叔，
既然他入不得您的眼，那您又何至于亲自跑过来？不会真打算跟这个小家伙抢活干吧？我来是因为他再走大哥当年的路，这条路很难，一个不慎总会万劫不复。如今我唐通已于人间无敌，我要罩着的人，谁敢让他死？谁能让他死？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一辆旧时代挂着 D 字牌照的越野车消失了。与此同时，从学府回到别墅的白茂之以及其妻子卓一楠，竟发现自己的女儿被人枪杀在家中。白茂之脸色阴沉，这可是他唯一的女儿。从来只有我们杀人全家的份，还没有人能骑到我们头上来。说着直接联系皇家，毕竟从白小璇被保外就医后，一直和黄小雅在一起。很快电话接通，白茂之语气冰冷：“我女儿死了，你女儿呢？”于是黄小雅的父亲将女儿告诉自己的话仔细的说了一遍，嘴巴放严实些。丢下这句话，白茂之瞳孔剧烈收缩，直接挂断了电话。怎么样？是谁杀了小璇？卓一楠急迫道：“是不是柳家？一定是柳家干的。看来还是对柳叶子那个小贱蹄子太仁慈了。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那就彻底开战。”卓一楠近乎失去理智，拿起手机准备拨通某个号码。我准备请和盛会下场。不料白茂之一巴掌呼在他的脸上：“臭娘们，你给老子消停点！柳家要真敢报复，也等不到今天杀小璇。那是战区的人为叶芊芊父女来了。”白茂之解释道。白茂之想了想，决定先联系白金涛，毕竟对方是午门区治安司的司长。电话拨出，提示无法接通。不对劲，随即又拨通了午门区治安司的电话。我是白茂之，你们司长在吗？白先生，下午有一群全副武装的兵者把司长给强行带走了，这件事我们已经汇报上去了，您没有接到通知吗？闻声，白茂之手一抖，电话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大哥，还有一直没主动联系我的崔天华等人，很有可能也出事了。不行，我得马上去赵家。不多时，白茂之就来到了赵家别墅大厅。赵先生，赵明渊语气平淡道：“这么晚了，是叶家村出事了吗？寻常手段不行，那就动点真格。你连蚂蚁都万不死吗？”然而，白茂之却额头冒汗。战区的人下场了，害去叶家村的人也没了。我大哥在治安司被强行带走，我女儿被直接枪杀在家里。赵先生，咱们还杀吗？闻言，上一秒还稳如老狗的赵明渊直接愣住，满脸震惊。你确定是战区的人？叶青云才死2天，就算他所在的战区下场差，也应该先和本土治安司交涉呀。除了战区，还有什么人有这个能力啊？白茂之急忙补充道。治安司内的监控全都被带走了，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这下赵明渊彻底坐不住了，去见老爷子。不久后，赵氏内堂，赵明渊两人见到了赵家老爷子赵正传，并一五一十的将事情给说了出来。父亲，这群人完全不按规矩行事，直接开杀，这可如何是好？赵明渊倍感棘手。慌什么？在汉江你还怕天翻了不成？赵正传表情十分淡定，毕竟活到他这个岁数，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事情发生了，想办法解决就是。叶青云若真有什么通天背景，当初会跪在治安司，跪求见他女儿一面。乞丐尚且有3、2个朋友，何况他在战区服役的时间不短呢？没必要大惊小怪。还有，你女儿的死和你大哥被带走一事，先压一压，不要再次掀起舆论。只要他们还在汉江，天亮之前足够查出他们的踪迹了。到时候先看看是何方神圣，能谈最好，不能谈就让他们蒸发。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京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回，白茂之面露为难。呀，怎么呀，赵家主，你看起来似乎感到很为难。老夫说的呀，是让你不要把这2件事跟那对父女牵扯上关系，明白吗？你大哥那边不用操心，司长被强行带走，汉江总司自己会擦屁股。至于你女儿，她不是因为过失杀人而入狱了吗？还需要老夫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赵正传蹙眉，见老爷子动怒，一旁的赵明渊连忙提点：考虑到外界对学府学员死亡一事颇为关注，相关部门决定对白小璇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这样不仅完美解释了你女儿的死，也可以让关注这件事的人瞬间消失大半。白茂之哪里会不懂，只是有些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女儿死了，还被人利用罢了。你还没到老夫这个年龄，女儿没了还可以造个儿子。赵正传开口道。白茂之点了点头，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环境。别看他在外面风光，可在赵正传这样的人物面前，他也只是一个没有半点选择权的小人。突然，白茂之从怀里掏出了2卷宣纸，摊开道：“这是我从我大哥办公室找到的。”赵家父子看了过去，一张是才能通天，是能压人8个字；一张则是耳风耳露，明高明知，下明易虐，上天难欺16个字。前者字迹平平无奇，没什么好点评的；后者笔走龙蛇，苍劲有力，杀机毕露，每一个字都极具冲击力。我与你大哥相识多年，怎么不知道他在书法上还有这般天赋？至于这才能通天，是能压人这8个字，想必是那群人中领头的，故意留给我们的。这时赵正传大手一挥，宣纸飘落到他的手中。至于那张写着8个字的纸，依旧在桌面上。传令下去，动用所有人脉，天亮前老夫要知道那群人的落脚处。
赵先生虽然很不想说，但这才是我大哥的自己。白茂之伸手将桌面上的八字宣纸搓成一团。事后，白茂之在抵达自家别墅时，突然注意到自家对门那栋别墅灯火通明。下一秒，白茂之瞬间暴怒，这他妈是哪个神经病在别墅里搭建灵堂，还正对着他们家别墅。下车就牛气冲天的朝着别墅走去。突然，他脚步一顿，一股寒意就直冲脑门。叶青云，灵堂上摆放的照片，他如何认不得？白茂之，46岁，汉江学府董事，就是你了。你表情淡然道：“对了，你女儿是我杀的，也别忘了替你大哥准备一份。我原打算先将参与这件事的小畜生一次性杀绝后再杀老的，但临时发生了意外，转告你背后的人，2天后我接着杀。”白茂之不明白究竟是谁给你的底气。好，还没来得及解释，就感觉身子一沉，根本无法反抗，重重的朝着灵堂跪了下去。刚搬进来就不见血了，磕几个头再走。次日，你给叶青云上完香后，就与晴天驱车离开了江水一湾。我查了一下，柳叶子家里是做医药生意的，虽然不是顶尖，但也有一定的规模。柳叶子出事后，柳家在圈子里公开放言要追责到底，但最后也变成这样。晴天的话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对于柳叶子这个敢于为叶芊芊发声的女孩，你心中充满了感激。当初要不是她将自己录下来的视频发到网上，叶芊芊的死甚至都不会掀起半点波澜。而就因为这样，不仅她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今的柳家恐怕也不好过。毕竟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汉江第一院特级病房，几个穿着人模狗样的畜生堵在病房门口，看着里面的一对中年夫妇，病床上躺着一个没有双手的女孩。从学府事发到至今不过短短几天，可对于柳家却如同地狱。孩子被砍了双手，拔掉舌头不说，整个柳家的生意也是受到了恶意打压，现在也是苟延残喘。鹏飞，孩子待会还要用药，有什么事我们私底下解决。病房内憔悴的中年好声好气地对着堵在门口石鹏飞开口道，只是他刚刚走过去就被一把推开。娄有胜，你他妈在想屁吃呢？今天要是不把钱赔给我们，全家都别想好。这时病房里的妇人指着史鹏飞怒道，当初要是没有我们柳家，你公司早就倒闭了，还能有今天？孩子管你一口一个叔叔的叫着，现在他这样，你作为一个长辈不看望你就算了，还落井下石，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史鹏飞冷笑，我可没有这么脑残的后辈，什么视频都敢发，还有别道德绑架老子，我还要在汉江生存。如今整个汉江还有谁敢跟你们扯上关系？多的不说，你们把我投进去的钱赔给我，今后我们就再无关系。柳家没出事前，不知道多少人出资求着柳家带一把，石鹏飞也不例外。可现在柳家生意一落千丈，投进生意中的钱血本无归不说，还面临巨额罚赔款。都是这个小畜生，要不是他，老子……话还没有说完，让！石鹏飞转头就见一个身穿戎装、手捧鲜花的男子站在身后，这貌似是来探望病人的。小子，你是不是走错了？这小畜生你也敢来看，不怕丢了前途？石鹏飞讥讽道，你眸中寒光一闪，单手将石鹏飞的脑袋按在墙上，来回碾压。再有下次，你这辈子就不用说话了。随后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你走进了病房，我来看一下孩子，并微笑着冲2人打招呼，走到柳叶子的病床旁坐下。只是上一秒的笑容，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你浑身上下都在抑制不住的颤抖，似乎是刚刚的一幕被柳叶子看到，所以原本不愿见人的姑娘，此时竟然双眼泪汪汪的看着你，像是感谢臭当兵的。你敢打老子？信不信老子让人把你剁碎了喂狗？这时石鹏飞终于缓了过来，捂着血肉模糊的脸冲你叫骂了起来。晴天眼神微眯，右手扶在腰间，朝你询问道：宰了？这简单的2个字让在场众人停住了呼吸，只是等他们看向你时，却发现你摇了摇头。你们有种就给老子等着！石鹏飞明显有些犯怵，丢下一句狠话就离开了。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京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回，毕竟他们几个就算加起来也打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回场子。快给彪哥打电话，另外和医院的戚主任通口气，让医院不要报治安司。病房里，刘有胜夫妇刚回过神，想说什么时，你率先道：不用在意，那种货色，我一巴掌下去能拍倒一大片。不知道你是？刘有胜疑惑的同时，心里还是感动的。正所谓患难见真情，锦上添花的事多不胜数，可雪中送炭少之又少。我叫姬如龙，与叶青云是同僚，更是袍泽。一句话让刘有胜2人当场变脸，柳叶子更是怔怔地看着你。哼，我就知道。柳夫人自嘲一笑，然后冲着你大吼道：你们给我滚！我们一家因为这件事都要毁掉了，已经够惨了，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吗？刘有胜沉默，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也没了先前的好脸色。听到这些话，你内心更是一揪，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在他们想来，自己既然是为了叶芊芊父女的事而来，那么自然不是真心看望，而是打着让他们继续作证的居心。可涉及到这事的人，他们根本就惹不起。他们的女儿只不过是为叶芊芊发了一条视频，提到了白小璇和赵天成，2人就落到了这个下场。整个柳家的生意也如雪崩，在继续介入当中，保不齐连命都得搭进去。若非如此，这么多天他们也不会忍气吞声，不是不怒，是不敢。你们误会了，我今天来只是单纯的看望一下孩子，顺便帮你们解决麻烦。你解释道，然后你看向柳叶子，露出少见的笑容。你和叶芊芊的关系肯定很好吧？我和他的父亲私底下关系莫逆，以兄弟相称，那丫头应该喊我一声叔叔。
你也是，不过我喜欢年轻点的称呼，如果可以，你在心里把我当哥哥就行。你的声音很柔和，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我希望你能坚强些。人生很长，就算说到这，你的声音逐渐哽咽，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总之，你要好好活下去。那些伤害你和叶芊芊的人，我也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柳叶子说不了话，只是一个劲的哭。这时，刘有胜夫妇见女儿的眼中多了份神采，当即也信了几分。刘有胜叹了口气。小伙子，你还年轻，涉世未深，根本不清楚那些人在汉江究竟有着多么恐怖的能量，还是趁早收手，将自己置身事外，不然等真的陷进去可就晚了。至于我们，不敢奢望真正的凶手能付出代价，只要女儿有活下去的希望就足够。多少人初入江湖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可最终往往都是处处碰壁，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好比他本人，如今不过40来岁，在汉江坐拥上亿身价，风光时前方一片坦途。当得知女儿被害，他也曾一怒之下放出豪言，可最终呢？在那些真正的大人物面前，一切都如纸糊。纵然你出身战曲，一身正气，可继续介入，也只能飞蛾扑火，自寻死路啊！我这人说话从不作假。昨天，虎门区治安司司长白金涛已经被送往京都受审，害死叶芊芊凶手之一的白小璇已经下去陪葬了。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事付出惨重的代价。刘有成满脸震惊，这真的假的？好啊，小子，胆子挺肥啊，居然真的没跑。那一瞬间，你感觉到柳叶子的神情紧张了下，立即安抚道：“别怕，他们都是来住院的。”石鹏飞一愣，旋即反应过来，好大的口气，你不是很能打吗？你老来看看老子为你背了多少人，有种你就下去。闻言，你起身走到窗户边，看见30-40个手拿刀棒的青壮年站在院子中。就这，你瞬间没了兴致，吩咐道：“全送进来。”晴天点头，掏出手机拨号。两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东西，和老子装起来了！你以为你不敢下去就能逃过一劫了？说着，石鹏飞神气地跑到窗前准备吆喝，可脑袋刚探出去，他整个人就石化了。只见一队军用吉普冲进侧院，紧接着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兵者提枪下车。多大了，还玩刀棒？把他们手上的玩具都卸了，再送他们就近治疗。晴天对电话那头说道。石鹏飞扑通一声瘫软在地，面色煞白。汉江市什么时候出了这位狠人？此时你已经回到病床前坐下，并翻出手机上的一张照片，对柳叶子说道：“别紧张，最多2天。哥哥把他宰了，让你开心开心。”刘有胜夫妇定睛一看，瞬间头皮发麻。那张照片正是赵家小少爷赵天成。这时，2个全副武装的兵者走进病房，将石鹏飞强行拖走。我错了，有胜哥、嫂子，你们帮我求求行。石鹏飞哀求的声音不停回荡着。我听说柳家这段时间过得并不好，你想想都有哪些人想去天上人间？接下来告诉我，找个时间一并收拾了。从今天起，你柳家我姬如笼罩着。回到别墅后，你点了3支香，来到叶青云的灵堂前。老大哥，孩子已经入土为安了。第2天下午，赵家的请帖送到了别墅。这个老东西倒是有点意思。晴天冷笑，字里行间表达的意思就是：第一，我赵正传盯上你了；第二，我赵正传在汉江混迹了几十年，与本土大人物几乎都有交情，愿意跟你交个朋友，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挺有自信，你冷哼道：“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知难而退。什么时候我们这些当兵的这么好欺负？”屈指一弹，镶有金丝的大红旗直接在半空中湮灭。晴天讶异：“您不打算去玩了？给他贺寿？我怕他活不过明天。”你不屑一笑：“现在开始时刻定位赵天成的位置，毕竟礼物还是要准备一份的。”赵家大院，父亲晴天已经送过去了。赵明渊轻手轻脚的靠近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赵正传，小声汇报道。赵正传点了下头。总司的那位虽然被我们给架上了船，但也不能怠慢了。听到这话，赵明渊忍不住皱眉道：“父亲，咱们有那个必要如此慎重的对待他？叶青云都被我们弄死了，他手底下的一群小喽啰，何须给脸直接做掉，一了百了？”闻言，赵正传用拐杖在他的身上点了2下。正因为是一群小喽啰，这样才合适。要真是大人物，对方会跟你谈吗？也许对方只是打着为叶青云父女报仇的幌子来榨取钱财的。毕竟生前再好的关系，也逃不过人走茶凉4个字。总之，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叫事。你呀，还得学，好好瞧着吧，看为父我明天是怎么拿捏这群小家伙。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5星级星宇大酒店顶层落地窗前，赵天成看着下方来来往往的人群，前人簪树，后人乘凉。这一切终究会是我的。三少爷，谢少他们来了。话音落下，房间的门被推开，一群青年男女说笑着走了进来，纷纷冲着赵天成打招呼：“三少爷。”天成哥，这么多天都没去学府，莫非是叶芊芊的事还没过去？人群中，一个名叫谢鸿生的斜刘海青年上前道：“那也叫是一个贱民，一个臭当兵的，死了也白死。你当咱天成哥是小玄，因为这点事连门都不能出？”一个女孩开口道：“
哈哈，小璇太可怜了。众人纷纷附和，显然白小璇和这群人关系不错，只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赵天成的脸色从他们提及叶芊芊开始就已经变了。话说小璇这几天怎么没信了？连他那个小跟班也联系不上。天成哥，最近你有跟小璇联系吗？瑶瑶继续开口道：“死了。”赵天成淡淡的吐出2个字。霎时间，原本吵闹的现场鸦雀无声。瑶瑶张大嘴巴。叶芊芊的父亲有一批下属，不仅抓走白小璇的大伯，还直接杀了白小璇，并放话说我是下一个彩蛋。赵天成脸色阴沉，这话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怎么可能？我操，什么来套啊！治安司司长说抓就抓了，还叫嚣对天成哥你动手。赵天成冷哼一声，小喽啰而已。据我爷爷说，对方老大和我们差不多，不过一直在隐瞒身份。若真是代表战区下场调查，怎会如此？估计是来要封口费的。说到这，赵天成更是恼羞成怒。妈的，敲诈到我赵家头上来了！最关键的是，我爷爷竟主动邀请他来参加大寿。突然他眼神一亮，今天是我爷爷66岁大寿，若我能替他解决这群人，他老人家想必会非常开心。他们就住在江水一湾，现在天色还早，我们去把他们给抓过来，敢不敢干？一群人明显有些犯怵，连治安司司长都敢直接抓的人，他们怎么对付？这就怕了，他们不是叫嚣老子是彩蛋吗？白小璇都死2天了，本少还活得好好的，你们要是不敢，就当本少没说。闻言，赵天成的乘胜追击开始让这群年轻气盛的青年男女松动了。妈的，干就干，不就是一群兵者吗？老子自小辈家里都到5个，寻常人打10来个不在话下。我再招呼几个5个的朋友过来，不信拿不下他们。谢鸿生率先开口，我也从家里联系一批护卫过来。一群人一拍即合，在赵天成的带领下直奔江水一湾。傍晚，江水一湾，2天时间一到，晴天一脸古怪的看着手机上的定位，这小子很勇啊，现在正带着一批人朝我们来了。你眼神微眯，杀气自旁，也好，省得我亲自去抓了。是这家伙真嚣张，竟然住小璇家对门。不多时，赵天成带着一群青年男女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你别墅门前。这是大头兵，确定不是哪里来的公子哥？等你和晴天2人现身，人群就开始议论起来。这时，赵天成挺着胸膛上前2步，小子，本少听说你在找我。你微微一笑，我很意外你主动过来送死。瞬间，一群人哄堂大笑。这和你公子哥的形象不符啊，简直就是傻子嘛！你要是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同伴在这，我们还忌惮你3分。现在嘛，瑶瑶抱着胳膊，给我跪下，向天成哥磕头认错。下一秒，以食指为台，一道刺耳的空气撕裂声当空炸响，紧接着是一股恐怖的杀气横扫而过，吓得一群人满脸煞白。这尼玛是何等恐怖的杀气！一根指头压下来，宛若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你叫什么？你放下食指，打量着方才说话的瑶瑶。那瑶瑶，我告诉你，不要嚣张。谢少他们可是5个出身，你们2个人肯定打不过。瑶瑶有些底气不足的回道：“明天乖乖来这跪3个小时，别让我上门找你。”你笑着抬起腕表看了下时间，这么嚣张，兄弟们别慌，我们人多。见状，谢鸿生率先站出来振作士气。此时赵天成脸色涨红，来的时候以为能担到他跪地叫爸爸，结果刚一个照面就腿软了，这尼玛谁能受得了？说着，他吩咐道：“鸿生，打断他们的4肢。”下一秒，谢鸿生和5个的人以及乐瑶瑶身后的护卫一起蜂拥而上，开路！你放下胳膊，然后一道身影轰地向前迈出，一步之下，水泥地面竟崩开一道道裂缝，朝着赵天成等人的方向延伸。谢鸿生等人眼睛茫然瞪大，一股寒气笼罩全身，接着一道身影掠过，生生掰断了他们的丝，而堵在马路上的此刻走到原本水泄不通的现场，从中央硬生生被踏出了一条路来。带走！你丢下一句话，直接踏上一辆军用吉普，所有人都傻了，近百人来找别人麻烦，最后竟被2个人废了，领头的还被抓走了。赵老爷子要知道自己最喜欢的小孙子被抓，那还得了？快，先把谢少他们送去医院，我让我爸通知一声赵老爷子。乐瑶瑶连忙掏出手机，给自己父亲打了过去。爸，3少爷被人抓走了，你赶紧告诉赵老爷子一声，就是那群杀了白小璇的兵者干的。少玩意，也不知道这是准备的惊喜还是惊吓。行了，我知道了，谈是的。另一边，乐瑶瑶的父亲放下手机，摇了摇头。这群孩子开玩笑也没个度，这得准备多大的惊喜？赵氏集团顶层，看看我为你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喜欢吗？你站在天台边，微微抬手。闻言，赵天成忍不住冷笑：“和本少爷玩虚张声势，我劝你乖乖把我放回去。你擅自调查叶青云父女俩的事，说不定还有缓和的机会。”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打得到响指，拿电话来。没过多久，电话被接通，里面传来一道气劲十足的声音：“那位。”赵天成一听，这不是自己爷爷的声音吗？想着，脸上更是露出了不屑和轻蔑。下午，你派人给我送了张请帖，我虽未能亲自到场，但也为你准备了一份薄礼。多。赵正传的声音顿时变得愉悦。阁下太客气了，如此，咱们之间的误会就到此为止吧。你不想知道我给你准备的是什么？礼物不重要，心意到了就行。赵氏集团，你孙子的尸体过来签收一下。说完，你直接将电话挂断。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
接上回，星宇大酒店宴席厅，赵正传的笑容逐渐阴沉。所有人随老夫前往赵氏集团，搞东西还真敢对我孙子下手。不到半个小时，赵氏集团周边的一切道路均被封锁，权力部门插手了，救援队伍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赵氏集团附近。等到赵正传的座驾到场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下500人，并且数量还在增加。父亲，那位问要不要他的人介入处理？赵天成的父亲赵明渊此刻同样是怒火冲天。赵正传知道他说的是谁，当即大手一挥，不用官方的人介入，反而麻烦老夫今天要亲手按死这个畜生。集团顶层，赵天成注意到了下方的动静，大笑道：杀我！你也配？像你们这种人，除了一条贱命还有什么？我赵家只要一根手指下去，就能碾死你们几百次。你摇了摇头，一根指头下来，碾死我！若不是担心自己不在边疆的消息泄露，以及边疆不可无兵镇守，现在汉江城外就不是3000边军了。再者比身份，你姬如龙出身姬家，一出生就是名满京都的太子，3岁时就敢在那些跺脚，整个大夏都得颤3颤的人物身上撒尿，完后还得笑着把你放下。如今你坐镇关外，乃镇国大将，是勇冠3军的冠军侯，除了那少数的几位外，还有什么人能够站在你头上？赵正传的电话。这时秦天上前道：你接过电话，按下免提。当你们害死叶青云妇女时，有没有想过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他们那种出身卑微的东西，哪有我赵正传的孙子金贵？小子，现在立刻马上把我孙子放了，然后滚下来给老夫道歉，否则等被老夫抓到，并让你生不如死，选择吧。你冷笑道：我会让你看到我的选择。说完直接挂断电话。你看着下方从未间断过的护卫队，一阵出神，正想着，身后的赵天成怒吼道：听到我爷爷的话了吗？小子，叶芊芊那种贱婊子，凭什么让本少爷的偿命？他要是不装清高，乖乖当那位的姬兰，本少哪有得手的机会？哈哈，你不知道他当时的表情，那叫一个绝望。说着还将脑袋凑近你，他就是被本少爷掐死的，你又能怎样？可就在他自信满满时，你突然摁着他的脑袋，不断朝着天台边缘砸下。赵天成被砸得有些迷，此时他整个身子都悬在半空。来，抓好！你提着他的衣领，示意他用手抓住天台的边缘。下一秒，秦天走到一旁，掰断一根生锈的钢棍。赵天成还没反应过来，整个巴掌就被钢棍贯穿，死死地钉在了水泥里，惨叫声响彻夜空。你们都得死，包括你们的家人朋友，本少会统统送他们下地狱。闻言，你蹙眉，然后点了支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赵家3少的身份能让你为所欲为，想杀谁就杀谁？狗东西，有胆子就直接弄死我！赵天成疯狂道。可随着你下句话出口，他整个人傻在了半空。汉江城外有我3000边军，边疆还有47000，你凭什么觉得我不敢杀你？接着一张照片递到了他的眼前，你口中所谓的贱民，是我部的一级校官，莫说是宰你了，屠你赵家满门又如何？那是一张合照，2个身穿戎装的男子露着纯真的笑容，年龄稍大的那位佩戴1级校官衔，至于左侧那个年轻男子，大将军，不可能！赵天成一眼下去，顿感头皮发麻，因为照片上那位满身功勋章、肩挂3颗金星的人正是你。这张照片是大概1年前你和叶青云伤势转好后，在麒麟军总部的一处基地留下的，也是2人唯一的合照。那时叶青云荣升1级校官，其实以他建立下来的战功，完全可以再往上抬一个级别。将军这2个字意义太过重大，需要扛起的责任非凡，他叶青云受之有愧。不只是他，边军多少儿郎浴血奋战，到死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官衔。于他们而言，荣耀不一定要挂在身上被广为人知，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风又起了，你吐出最后一口烟，缓缓道：别让你爷爷久等了。天台边缘轰然裂开，赵天成急速坠落，最后摔了个稀巴烂。赵正传大步上前，浑身颤抖。天成啊！先前他是何等的胸有成竹，但没想到对方还是杀了他孙子。他眼神凌厉，仰头看向高处。这就是你做出的选择。下一秒，众人只见集团顶层的巨大招牌断成2半，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报告将军，我不以各就各位。秦天道：那就清场吧。你转身离开，人影消失。赵正传再也把持不住形象。好，我不管你是谁，不将你碎尸万段，我赵正传当众自裁。还愣着干什么？上去把人给我抓住！赵明渊大手一挥。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吼了声：战区的人来了！接着一辆辆装载重型机关枪的装甲车冲进现场，赵正传调来的几百人队伍瞬间就被冲散，仅仅只有几十人，但这批将士全副武装，装甲车上更配备了重火力。父亲，赵明渊瞬间泄了气。战区的人，这是下场，可不是一个好信号。赵正传沉着脸：狗东西，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了？他拄着拐杖，自信上前：老夫乃赵氏集团掌门人赵正传，解决一点私事儿，不知道战区的兄弟能不能卖个面子？明天我会跟战区的刘校官亲自解释。刘校官，站住！所有人退至30米外，胆敢过线者，杀无赦！紧跟着，重型机关枪转动起来，枪口直接对准了赵正传的命门。校官，他们今天接到的命令是由边军总指挥、战区扛把子级别的人物亲自下达的。
省一把来了也得靠边站。见状，人群纷纷退至老远，毕竟这玩意动动手指都能把他们打成肉馅。赵氏集团门前，你和晴天两人一前一后现身。小子，有种让老夫打个电话。赵正传见到你，心中杀意更盛。你点了支烟，表情冷淡道：“随意。”随后掏出手机，可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电话那头率先说道：“让他们走。”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体检。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这群人不是本土的，一旦起冲突，保不齐真敢把你们突破了，你自己掂量吧。挂断电话，赵正传整个人宛若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了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打完了，你上前2步，当着所有人的面，轻飘飘的在赵正传的脸上拍了几下，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转告你背后的人，让他们洗干净脖子，姬某人会一家家的找上去。你的话老夫记住了。赵正传咬着牙压制着怒火，你满意的点了点头。时间也不早了，收队吧。对了，我那位老大哥尚未入土为安，你要是敢给你孙子下葬，那另外2个孙子也别活了。众人目瞪口呆，这尼玛杀了人家的孙子，还不准人家下葬，好霸道！直到你和一群兵者离去，赵正传才吩咐道：“今天这件事，谁要是敢在背地里嚼舌根，别怪老夫不客气。带上天成的尸首，我们走。”1个小时后，赵家，赵正传坐在太师椅上，双眸通红，一辈子都走回来了。如今没几年可活时，却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而19层太高了，赵天成的尸体已经拼不上了。我早就警告过你们，做人做事还得留有一丝余地。你们害死叶芊芊不说，他父亲那样的人，你们也说杀就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大堂中，除了白茂之和赵明渊外，还有一个中年。他看着赵正传补充道：“这是因果，也是报应。”听到这话，赵明渊再也忍不住：“狗屁的因果！这社会本就如此，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无非就是谁拳头赢。叶青云父女的死是如此，我儿天成的死同样是如此。聂斯，你觉得汉江外边那位会承受你口中所谓的报应吗？”闻言，中年竟哑火了。他叫聂永江，汉江总司的一位副司，几乎是现阶段赵家能够搬出的最大人物。今晚在赵氏集团前，赵正传就是给他打的电话。你今天不帮忙就算了，竟还说风凉话，别忘了你还有东西在我们手里。赵明渊明显有些失去理智，不是不帮，而是帮不了。聂永江摇了摇头，人家根本就没把你赵家放在眼里，战区一旦叫起真来，你们这种体量的本土势力根本不够看。赵明渊也是想起了不久前被吓得差点尿裤子的一幕，那个小畜生当众杀了我儿子，我要求你们治安司马上对他们进行抓捕。人家为什么杀你儿子？你心里没点逼数吗？这群人一抓，就会牵扯出更多战区的人来，到时叶青云父女的死，你们能捂得住？聂永江回道。赵正传敲了敲桌子，行了，天成自然不能白死，但也不能贸然报复。这些年一帆风顺惯了，自认为什么事都挡不住老夫，不曾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着，赵正传依旧心有余悸。那个杀我孙子的畜生不是简单角色，老夫这么多年还从未在哪个年轻人身上有心惊胆战的感觉。聂永江也附和道：“这个时候贸然对他动手，搞不好你整个赵家都会被他杀得一干二净。”几个小时后，最终4人达成一条共识，由聂永江亲自下场与你交涉。江水一弯，你刚洗完澡，坐在沙发上，看向一旁的晴天。视频上的其他人找到了吗？闻言，晴天语气有些沉重。除去赵天成和白小璇，目前大概可以确定的有3个。根据视频上来看，叶芊芊的事一共涉及6人，但其余4人根本就没拍到过脸。大概确定了另外3个同样就读汉江学府之人的身份，他们分别来自天、汪、贾这3个在汉江本土势力最大的顶尖家族。这3个家族在汉江本土根深蒂固，势力范围几乎涉及军政商3界，在汉江堪称只手遮天。你冷笑一声，3足鼎立，这才5个人。晴天皱了皱眉，麒麟军没有调查到那人的信息，对方的一切就仿佛在汉江被抹去了一样。看样子，对方的来头很大，大到本土的3个天花板家族都在拼命保他。汉江虽然比不上京都、魔都，但也勉强能够得1线的程度。这种人怎么会出现在汉江，并参与到了叶芊芊的事情中？你很是不解。还有白金涛那边没有消息吗？见晴天摇头，你语气逐渐升温，别告诉我这2天审了个继母。审肯定是审出来了，但我们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那就是姬老爷子不想让您知道这个最大的幕后黑手是什么身份。晴天回道：“大夏有几人能让自家老爷子顾虑？”想着，你拿起电话打了过去。臭小子，不让人睡觉了！电话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一道暴躁的声音。你直入正题道：“抱歉，爷爷。不过害死我老大哥和他女儿的幕后真凶究竟是什么人？”姬天下沉默了一下，这才开口道：“这么急着刨根问底，你是打算一次性将那些人杀绝啊？连麒麟军都敢杀，难道不该杀绝？”你反问。老子没说不该杀，以你如今的地位，的确可以很轻松的让那些人付出代价。但你作为我姬家儿郎以及边军总指挥，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其中的问题。先不说你没查到的，就说你查到的白、赵、蒋
王、天这5个家族，你就没想过直接将他们覆灭后带来的影响？光一个赵氏集团就有上百亿的体量，生意涉及到无数的行业，一旦轰然倒塌，你知道有多少企业要垮？有多少靠赵氏养活的百姓们会受到影响啊？看人之短，天下无一可交之人；看人之长，世间一切尽是无师。杀一批，你就得扶一批起来。作为边军的总指挥，作为我继天下的孙子，你面前不仅有来自前方的敌人，还有后方大厦的万万民生。守住这座天下是你的责任，让大厦能够稳定发展，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同样是你的责任。你为麒麟军讨回应有的公道，杀该死的人是对的，但你现在为了一个人的死，救治无数人的性命而不顾，难道就一定是正确吗？字字如雷，在你脑海中炸响，是孙子愚昧了。姬天下笑了。话说，魏家那小丫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魏苍生那老小子可跟我提过多次了，你几次放人家鸽子，打老子脸不说，关键是让魏家感到不舒服。你苦笑一声，一时无语。魏家千金魏婉儿，这丫头与晴天一样，小时候几人就经常在一块玩，你一直把对方当妹妹，但没想到魏婉儿竟然对你产生了爱慕之情。不管是姬家还是魏家，均是总督之家，门当户对，所以两家就希望你俩能结成一对，这样也加固了两家间的关系。不过你却因为某些原因对魏婉儿没有感觉。爷爷，感情这种事年纪过来，你叹气道：“臭小子，你想清楚，就这样。”见你挂断电话，心情不好，一旁的晴天便将话题一转：“叶青云的死，可不单单只有这5个家族参与。查一下老大哥的死，具体是谁动的手？现阶段能杀的人一个不留。”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京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在外界各种猜疑满天飞的势头下，一股正义之风被人领头带起。赵家老爷子大寿当天，赵氏集团招牌被拆，是否寓意着赵家已经在为当初犯下的罪行遭受报应？一条带着这样醒目标题的视频开始在某论坛疯传，长夜难眠，大多数人惶恐不可度日，但总有人不惧强权。你赞赏道：“把这条视频的发布者找出来。”晴天点了点头，询问道：“我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想了想，联系媒体，把从白小璇那里得来的视频配合白小璇和赵天成2人的录音一同公布出去。时间还早，你2人又再次来到了老管面馆。您2位稍微等等啊！老管提着2份早餐，朝着你2人招呼一声，然后就走向了那辆红色轿跑。车门打开，驾驶位上是一个年轻女子。晴天一笑，有点意思啊。您之前说在白家别墅和赵氏集团2次见到这个老板了，再加上这位女子，可惜凭他们还没办法跟那些人斗，但这份心意着实难得。你没有说话，正准备收回目光时，恰好看见女子撩动了一下发丝，露出后脖梗处一块花朵胎记。下一秒，你立即吩咐道：“都有你秦家的特权，今晚前我要见到有关他的一切信息。”从未见过你这种神情的晴天，在吃完早餐后，就将你送回别墅去处理事情了。某媒体部门，晴天以100万的价格要求对方将这条视频以及这2段录音通通公布出去，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拿我的钱，要是不办事，你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的。邹广不以为然，只认为晴天就是个人傻钱多的主。其实，在这之前，赵家早就先一步找到他们部门了，所以他才说这钱完全是白捡。毕竟，谁会冒着触犯赵家的风险替你瞎说大实话？不多时，邹广来到了部长办公室，将事情描述了一遍，只不过金额砍了一半。本名齐向田的中年部长当即面露不屑：“哪里来的蠢猪？别说是50万，5000万都没有傻子敢给他报。”说到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卧槽，这他妈不会是杀白小璇和拆赵家招牌的人吧？毕竟这也太巧了，赵天成不会也死了吧？”一听这话，邹广被吓得连退数步。这部长，我胆小，你可别吓我呀！齐向田点了根烟，迫使自己淡定下来。年龄大是越来越经不起事了。赵家呀，这是准备先给外界打一剂预防针，再一鼓作气摁死那家伙。据传赵家背后站着的貌似是咱汉江总司的某位大佬，瞧着吧，只要咱每一动，赵家立马就会送走那小子。听到这话，邹广总算放心了。妈的，一个将死之人，差点没吓死了。接着又变得卑躬屈膝。部长，一会我就去银行换成现金，将那50万给您送过去。不知道赵家这事能不能交给我来办啊？你小子的能力我放心，行，这事就交你负责。齐向田直接点头答应，离开办公室。邹广吹起口哨：“傻逼玩意，你就等着邹爷爷给你公布吧。现在谁不是为了自己活着？”江水一湾，处理完事情回来的晴天看见你站在叶青云的灵堂前无声默哀。上完香后，晴天开口道：“老大哥的双腿虽然在那一战中留下了伤，导致整体战斗力下滑，但汉江本土能杀他的人不会太多。赵家没那个本事，具体的还在查，但大概率就是3大顶尖家族。五阁这些年发展很快，起初建于京都，但近些年疯狂扩张，分隔布满大江南北，其中高手如同过江之鲫，
多不胜数。三大顶尖家族在其面前也不过是臭鱼烂虾。说完这话，你又补充道：“上次被你废掉的几个豪门子弟，不是自称五哥出身吗？你查下五哥，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灭口这种事与赵家而言，一般不会亲自做。其实五哥这些年发展如此迅速，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晴天表情颇为玩味。五哥设立了一道榜单，第一那位从7年前到现在就没动过，其内部透露那位乃半人半神。你恍然大悟，都过去多少年了？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样看来，还是我当初的一番举动，成就了现在的五哥。当初要不是老爷子强烈要求，我也不会闲到去争那个武道榜。毕竟那些所谓的武道高手实在是太弱了，我仅用了7成力就打穿了。说着，你还摆了摆手。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是7年前刚满18岁时打下的战绩。哪怕是晴天，也不知道你现今究竟有多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对3家动手？晴天跳开话题，灭了他们，要扶谁起来？柳家不够，柳有胜身上没有对权势的野望，以及上位者该有的魄力，去柳家坐坐吧。正好抽空把这段时间打压他们的人一并收拾了。你想了想，决定道。片刻后，驱车到半路时，坐在后排刷着手机的你突然脸色一沉，一股恐怖的杀气瞬息散至周围。怎么了？晴天靠边停车，接过你递过来的手机，便看到了记者邹广在侃侃而谈，其发言内容跟他交代的截然相反。这个人在业内小有名气，面向外界的人设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报。为此，我还留下100万作为酬劳。晴天解释道，你面露不屑，这种人不要对他抱有道德洁癖的期望，他能收你的100万，就能收赵家的500万。台上1分钟正经做戏，台下10万雪花银实在，说的就是邹广这种人。与此同时，被部门推上台，作为此次事件发言人的邹广，依旧在按照赵家给出的要求进行捧高踩低的发言。突然，会场的门从外面被打开，你和晴天两人走了进来，还不等众人说话，晴天抄起一个凳子砸在了邹广头上。我有没有警告过你，拿了我的钱不办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什么情况？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现场的其他人都是一脸懵逼。你这个疯狗，老子都不认识你，别在这血口喷人！邹广捂着脑袋，竟然不认账！这种事一旦承认，他的口碑和人设就彻底毁了。晴天二话不说，一套火花带闪电，顿时血字四溅。想起来没？说着翻开手机，截取了2人当时谈话的部分录音。还没想起来吗？我办公室有屏蔽器，你根本就不可能录音。邹广脸色大变。身为这行中人，邹广深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故此，他的办公室内常年安有防止被人录音的屏蔽器。这也是为什么当晴天两人找上门来时，他一点都不慌的原因。但现在这时，晴天突然露出了一张鲜红的身份证明。我这身份用点高端设备很过分吗？一眼下去，邹广感到浑身透心凉。1级校官再往上走一步就是将的级别，接着轰的一声瘫坐在地上。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京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原本以为能抱上赵家的大腿，从此一飞冲天，哪曾想我当多大回事，果然是年轻人，毛毛躁躁。坐在最前排中央的一位中年平淡道：“换言之，但凡有点身份的人，哪个会为了区100万，当众对一位知名记者动手？”随着他开口，会场所有人也是齐齐看了过去。这下可热闹了，毕竟这位可是从总台那边下来的一位副台长，并且他和赵明渊私下关系非常好。邹广是部里的人，不是什么人想欺负就能欺负的。既然动了手，那就得付出代价。刘台作为现场除了邹广本人外唯一清楚这件事的齐向田，准备提醒下刘奕宏。突然，全程都在翻阅邹广稿子的你，抬起眸子打量了一眼刘奕宏，说来听听。刘奕宏想都没想，直言道：“跪下给邹广道歉，那100万就当作是他的医疗费，如此本台长可以当作今天的事没发生过。”昨天赵正传的大寿，你去了没？你问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合上稿子，对坐在地上的邹广挥手道：“跪过来。”邹广浑身一颤，接着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下，跪在地上，低着头爬了过去。叶青云常年不在家，他的女儿有爹生没爹教，不知廉耻，卖身求荣。你敲着台面，面无表情。你给我解释下，这不是事实吗？再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需要向你解释？台下坐在刘奕宏旁边的一位男子起身呵斥，你看都没看他一眼，撕下一页纸，屈指一弹，下一秒鲜血横飞。只见方才说话的男子倒了下去，脖子上那张被你撕下的纸已经切入血肉，令人触目惊心。一瞬间，所有人浑身撤凉，哪怕是先前风轻云淡的刘奕宏，此刻地底都在瑟瑟发抖。他不得不承认，你这般手段凌厉的人生凭警戒，如此年轻，究竟要经历什么才能做到杀个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再想起他先前对你说的话，刘奕宏不禁后脊发凉。我突然想起来，台里有事，容我先走一步。敢出这个门，你也别活了。晴天拿着枪，有节奏的拍打着胳膊，这下安静了。你想清楚回答我。你收起双手，再次示意邹广给出解释。对不起，我只是按照赵家的要求办，上面让我这般说，我也没有选择呀。邹广脸色煞白，一个劲的磕头。你面色冰冷。叶芊芊和他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是赵天成他们强迫了叶芊芊，然后颠倒是非，说是叶芊芊卖身求荣，敲诈他们，被白小璇失手打死。他父亲是被灭口的。听到这些话，众人瞠目结舌。尽管这些大家都知道，但你怎么敢说出来？对不起，我愿意公开道歉，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一定把事实公布出去。邹广试图挽救弥补，其他人不清楚，但他知道面前坐着的这位，基本可以确定是一位肩上扛着匠心的恐怖存在。叶青云，是我的袍泽。你再次翻开稿子，着重提醒道。邹广更是吓得面如死灰，一个劲的道歉。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与您是这样的关系。只要您高抬贵手，我保证收回先前的狗费，将事实真相公布出去，哪怕是死也在所不惜。你冷笑道。如果道歉有用，要我们这些当兵的做什么？确实，作为父亲，他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但他对得起大夏，对得起你们这些被他保护，还要在他死后骂他活该去死的狗杂种。下一秒，一柄匕首将邹广的腮帮贯穿。你接过晴天递来的手巾，擦拭着手上的血渍。姬某以前以为拳头最厉害，没想到人的嘴更厉害。面对示威的你们，蛮横无忌；面对强的，你们卑躬屈膝，腿倒是不跪了，但心却站不起来了。先辈们用无数条生命向全天下证明，我大夏儿郎一身傲骨传承到你这，怎么成人模狗样了？喜欢当狗是吧？低头，你抬起脚，皮鞋缓缓地踩在邹广脑顶，持续下压，整个台面以邹广的脑袋为中心点，分裂出一道道刃，渗透着猩红的血液，死的不能再死。第二个了，众人噤若寒蝉，都不敢大声喘气，怕中彩蛋。哪位是部长？你目光扫视一圈，最终通过众人的目光，确定了齐向田的身份。齐向田脸色发白，沉默少许后连忙解释：您交代邹广的事，他事先没有通知我。今天的发言是赵家做主，我绝对没有对您那位袍泽有丝毫不敬的意思。你觉得我信不信？你笑了看了眼晴天，我还没消气把赵明渊抓了，我亲自送他上路。这话让现场一双双本就惶恐不安的目光再次剧烈扩张。赵明渊作为赵正传的亲儿子，又是现阶段赵氏集团摆在明面上的话事人，放眼整个汉江，有能力让他死的人屈指可数。关键是我还没消气，但拿你们这些小喽啰开刀又太无趣，不此杀个赵明渊泄泄恨。你听听，这他妈是人说的话？你整理下西装，摇头道：这个世上没人能让我下跪。刘一红脸色猛变，哪里听不出你这是话里有话？今天要是当众给跪了，以后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没必要吧？刘某人毕竟年长你不少，传出去，人家该说边军太拔的不是。刘一红蹙眉道：你只是看着他1秒2秒，对不起。刘一红脑袋一嗡，当场下跪，轰的一声，你抬手一巴掌下去，连人带猪一同陷害，跟我耍性格，我边军就是这么霸道。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哎，今天你就见到了。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街上，某简陋的平房里，狗杂种，没有我们这群人在暗地里出生入死，哪有你的今天？一个汉子看着邹广的发言，眸子中杀气纵横。稍许，汉子打开通讯录，打了一个电话：是我，准备下。前2次被人截胡，这次无论如何也得亲自送这狗杂种下地狱。一处私人住宅客厅中，这个邹广就会满嘴喷粪，他竟然说芊芊有爹生没爹教，还有，他们还把我之前发的视频给删了，气死我了！就没人能制止他。一个女孩看着邹广的发言，气得直跺脚。她叫蓝小雪，与叶芊芊是同班同学。此刻除蓝小雪外，沙发上还坐着一个年轻女子，手机上显示的也是邹广的发言。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蓝小乔也是一阵无力。蓝家不过是午门区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家族，他所创办的公司也不如柳家。姐姐你快看，没了！突然，蓝小雪兴奋地大叫起来：那个满嘴喷粪记者的发言没了！什么？蓝小乔也是满脸震惊，这怎么可能？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说着突然起身。小雪，走！半小时后，一辆轿跑停在了邹广发言的会场对面。只见会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赶来的治安司人员正在负责收尸。蓝小乔沉默片刻后，开口道：小雪，我们得帮忙，但不能硬拼，要有计划才可能成功。正有此意，以咱姐妹的聪明才智，再加上我偶像的雷霆手段，一定能让赵家这些坏人付出代价。蓝小雪挥着拳头道：这就成偶像了。蓝小乔嘴角泛起一抹笑容，被不公和黑暗压得久了，这种勇敢且正义的人确实就像一道光。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道墙角下，汉子拿着电话，脸色难看道：撤退吧，那2个小子下手太快，白小璇和赵天长也就算了，连这个小喽啰都不留给我们泄恨，真他妈过分。你与晴天2人从现场离开后，就直接奔着赵明远所在的位置而去。与3大顶尖家族不同，赵家和白家是摆在台面上的，因此从你抵达汉江后，
对方就全在麒麟军的监视下。换句话说，只要你想，随时就能知道两家的人在什么位置，做什么。总之，一张大网已经朝着汉江笼罩了下来。烟雨楼作为本土颇具名气的茶楼，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今天赵明渊请了一位贵客，他赵家在人情世故这方面不能怠慢，更何况五哥要真追究下来，赵家也难交差。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不仅杀了他儿子，还打伤了五哥的学员，如果能将五哥拉进来一并对付你，那才叫稳。昨天因为天成的事导致你学员受伤，故此准备了300万。陈大师待会走时，直接去管事的那里就行，1人100万。说是补偿给受伤学员的，倒不如说是直接送给了陈天养。闻言，陈天养大笑道：“赵先生太客气了，我那群学员平日里习武，受伤是常有的事，这点伤不算什么。我今天请你过来，是希望五哥能出一份力。就他那从战区带出来的3脚猫功夫，我陈天养一只手都能将他捏死。”就在这时，包厢的门突然被打开一道缝隙。赵明渊面露不悦：“混账！我不是说了，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能打扰吗？”但当见到是你二人后，瞬间就有些哑火了，但表面还是愤怒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看了眼周围的环境，自顾自坐下。你不问问我为什么来找你？还有今天一出门就忙着杀人了，有些口渴，不请我喝一杯？一旁的陈天养见状，冲着赵明渊问了句：“不借少下。”不过是2个连身份都不敢透露的鼠辈罢了。赵明渊冷哼一声，言外之意，若不是你2人藏头藏尾，怎么可能让他赵家如此狼狈？哦，这就是打伤了我学员的小子。陈天养眸光冰冷，审视着你，你没有搭理他们，而是开始泡茶。今天这茶我请客，全当为你送行了。小品一口。你看向赵明渊，笑容风轻云淡。闻言，赵明渊沉默半晌，想到今天有陈天养这位3重天的强者助阵，内心逐渐平静。他看了眼你，默默打开手机。当看到邹广的发言全部消失后，冷哼道：“动作挺快啊，这是打算对我动手了？是凭你2个人，还是把你手下调过来，当众杀我？”杀你用不着，先喝茶，不用那么着急上路。你摇了摇头。赵明渊满脸轻蔑，然后介绍道：“这位是汉江5个的陈大师，昨天被你打伤的人，有几个是陈大师的学员。”陈天养故意活动五指，发出一阵阵骨骼响动的脆鸣声。小子，听说你最近很嚣张啊？我一直都很嚣张。呵呵，自从陈某在武阁担任武士以来，还从未有人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另外，你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说要杀赵先生，是不是没将我陈天养放在眼里？话落，整个包厢充斥起一股恐怖的威压。你不急不缓地点了支烟。我一不靠你吃，二不靠你穿，为何要将你放在眼里？另外，趁我还没发火前，把你那点可怜的气息收起来，扰了我喝茶的兴致。我会让你知道，有些人不是你能招惹的。听到这话，陈天养2人顿时就笑了。你真以为自己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就能在汉江横着走吗？陈大师不仅是汉江5阁的武士，更是一位3重天的强者。你知道3重天是什么概念吗？你在陈大师这种修者面前狗屁都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莫说是这小小的汉江，纵然是放眼全大夏，能让5阁招惹不起的人也没有几个。你算什么东西？说着，陈天养大手一挥。陈某不想跟你在这废话，你昨天打伤了我学员，今天陈某找你打回来，天经地义。下一秒，陈天养果断出手，恐怖的气息再度攀升。3重天于寻常人而言，确实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但对你来说，一巴掌下去，少说也能拍死110来个。动静小点，你继续喝着茶说道：“明白。”晴天五指拳掌朝陈天养抓了过去，刹那间，整个包厢的气流陡然静止。这怎么可能？拳到中途的陈天养顿时脸色大变，这小子单凭气势就让他四肢僵硬，对方难道是4重天以上的高手？这他妈是什么怪胎？晴天抓住他的肩膀，五指用力收拢，下一秒传来骨头断裂的声音。坐好，然后又亲切地将他按回原地。整个过程甚至连一点茶水都没有先动。一旁原本满脸褶子，等着你被一拳 KO 的赵明渊，当即变成死鱼眼，内心一顿输出私语言，然后就是恐惧、不安，浑身颤抖。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回。刚才来时，听到有人说一只手都能捏死我，现在呢？闻言，陈天阳感觉后脊发凉。今天这一脚怕是踢到铁板上了。一个下属都有4重天起步的实力，那你呢？怕不是战区某个高层家的2代？此时，肩膀传来的痛楚让陈天阳反应过来，他瞪着一对玻璃球，实力菜就开始搬靠山了。依你所言，我刚才就应该坐着不动让你打。你反问道：“这本是我跟赵家的事，你们5个不分青红皂白，强势插手，技不如人输了。你这个当武师的不问缘由，宣称学员败阵，你出头打回来是天经地义。然后我断你一只胳膊，你又再搬出5个。陈天养作为5个之人，怎能容忍在2个毛头小子面前如此丢脸？故而恼羞成怒道：伶牙俐齿的小儿，不管你怎么狡辩，都无法否定你打伤我的事实。常言道，打狗还得看主人。陈某虽然只是汉江分阁的一个小小武士，但背后站着的可是整个5阁，纵然你能说出话来，也要付出代价。长见识了，你笑道。另外一边也别留着了。话落，晴天毫不犹豫地掐断了陈天养的另一只胳膊，
操啊！陈天养当场暴怒，狗东西，你竟然还敢对我动手！见到这一幕，赵明渊双手颤抖地指着你，你有没有搞清楚陈大师是什么身份？别为了逞一时威风，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个社会，金钱开路，权势当道，你就算再能打，又有个屁用？你看了他一眼，语气平淡，五格很强吗？陈天养被逗乐了，这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傻逼？我五格势力遍布大江南北，天下强者均聚于此。你当都是陈某这种实力？癞蛤蟆坐井观天，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几广。五格是你一辈子都得罪不起的存在，想活命就诚恳地跪下道歉，再赔。他提起五格时，拽得和258万一样，只是等他再次看向你时，笑容凝固，后面的话更是一下子卡在了喉咙。只见此刻，你面前摆放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金色令牌，令牌的周边雕刻着云雾，一只半遮半掩的神兽不见全貌，四载腾云驾雾。令牌中央印着3个鬼斧神工的大字，赫然正是冠军侯。这陈天养张大嘴巴，全身都在止不住的颤抖。赵明渊更是在看到令牌的瞬间，吓得瘫软在地上，说不出任何话。你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我这身份比起五格如何？听似平淡的一句话，此时却宛若晴天霹雳般，在两人脑海当中炸响，完全是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五格纵然是强，那也得看是跟谁比呢。于绝大多数人或势力而言，五格无疑是站在大夏国巅峰的存在，但对你冠军侯这种一人压的数国都抬不起头来的存在来说，就没可比性了。不过见两人不说话，你开口道：“要不我再透露些。”扑通一声，陈天养两人双腿一软，直接跪地磕头。小人陈天养，小人赵明月，拜见侯爷。陈天养双手无法动弹，以至于满脸大汗都无法擦，但他也顾及不了那么多，声音颤抖道：“侯爷，小人实在不知道是侯爷本尊，还请您见谅啊。若小人之情，纵然是有万千个胆子，也不敢在侯爷的面前造次，更不敢有半点不敬啊。”意思是换成其他人就能仗着自己出身五格，故而不问事情缘由，肆意欺压。五格号称聚集天下强者，强者也如此的欺软怕硬。你再次问道：“得亏季某人有这层身份在，要是别人，今天岂不是又得诚恳跪下给你道歉，又得赔上一大笔让你满意的医药费？否则难逃一死。毕竟你五格是别人一辈子都得罪不起的存在。以前我以为只要守得住边疆，我夏国就能国泰民安，现在看来是我天真了。”说到这，你对秦天交代道：“你先记下来，等汉江试了，我亲自敲打五格，看看这些自诩强者，实则同样欺软怕硬的烂人，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听这话，陈天养连跪都跪不稳了，直接向后倒去，满脸煞白。五格这些年来的一帆风顺和平步青云，怕是要因为你的一句敲打就此止步了。而这一切却因为他，毕竟他很清楚你是因为什么而来。想到这，陈天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看看能不能让这件事缓和些。侯爷您这是不是太大动干戈了？小人先前所言，完全是因为手底下学员受伤，气头上的话，一切跟赵家没有半点关系。他们赵家的事，小人更是完全不知情。您也知道，五格有一位半人半神的传奇存在坐镇，不知道您能否看在对方的面子上，大人大量把这点小事给忘了。小人保证绝不会有下次。看似求情，实则暗藏锋芒。提醒你，为了这点小事，打一位半人半神传奇的脸，可不划算。你说他啊？我知道。你点了点头。顿时，陈天养心里一喜，认识。既然认识，那么这事就有缓和的机会。倒是没想到当年随意的举动，会让外界之人误会的如此之深。半人半神，形容的不够贴切，我不喜欢。你面无表情，声音如大道轰鸣，于耳而言，我即是神。陈天养猛抽一口凉气，浑身冰凉。听这意思，说的不够明白。当年一只手打穿你们五格武道榜的人，就是侯爷。想必你们五格那位总阁主见了面能有些印象。晴天提醒道。陈天养眼珠子猛瞪，搞了半天，竟然是同一个人，这就不是踢到铁板了，这他妈是踢到钛合金吧？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半个小时后，你二人走出烟雨楼，临上车时突然停下脚步，朝烟雨楼顶层看了一眼。7楼，一位站在落地窗前俯视着下方的女子被吓得连退数步，呼吸急促。那是一道什么样的眼神？冰冷，让人不寒而栗。就在这时，门被一个女管事直接推开了。老板，赵先生他死了。什么？一听这话，许嫣然身子一颤。死了？怎么可能？不仅如此，他浑身上下最少有几百道刀伤，血都被放干了。女管事脸色发白，继续道：像是被人刻意惩罚致死的。许嫣然忍不住倒吸数口凉气。那位武士呢？走了，2条胳膊被废，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不管我们怎么问，他都一声不吭，估计是被吓惨了。能将陈天养吓到这种程度，身份怕不是某位手握实权的将官吧？或者是战区某位大佬家的后代？想到这，许嫣然警告道：告诉所有人，把嘴巴都给我闭严了。赵明渊的是瞒不住，但那位武士今天的遭遇，谁要是敢说我割谁舌头，这件事太大了。
若是处理不好，他本人乃至他背后的人，恐怕都得受到波及。让女管事先行退下后，他拨通了某个号码。干爹，嫣然有重要的事跟您老人家汇报。许嫣然将今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战区的人来历比5个还。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后，声音再度传来：“来我这里讲。”与此同时，赵家聂永江在接到赵正传电话后就赶过来了。一进门，他抽了下鼻子：“怎么有血腥味？”林渊死了。闻言，聂永江瞳孔一缩，走到担架前，掀开白布，一阵头皮发麻。现在动用你的权力，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抓了。见聂永江犹豫，赵正传指着赵明渊的尸体道：“死的不是你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可不好受啊！你千万别逼老夫！”聂永江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怒吼道：“你要是敢动我女儿，老子死也要啃下你身上的2两肉！”对此，赵正传笑了笑：“只要你把事办好，你女儿就不会有危险。”闻言，聂永江松开他的衣服，点了支烟：“你应该清楚，我们连缉拿战区兵者的权利都没有，这件事我需要考虑一下。”听到这话，赵正传连忙乘胜追击：“我会联系上面，给上成通通气。老夫有权有手段，你怕什么？再说，事情暴露了，不还有天家吗？天家不行，汉江天外边的那位，难道还保不住你的父司？”最终，聂永江还是答应了下来。当天下午，200位治安司的人全员佩戴武器，朝着江水一湾进发。江水一湾，晴天端着资料坐在你对面开口道：“您让我查的那个女人叫蓝小乔，今年24岁，汉江本土人，有个妹妹叫蓝小选，姐妹俩都是单身。察觉到你有些失望，要不您亲自过目，有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我都筛选掉了。”你却摇了摇头，提醒道：“名字不对，我不可能看错。准确来说，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个人。但你查到的资料都是表面的。还记得苏家吗？”晴天仔细咀嚼这2个字，接着压低声音道：“您说的是当年那个在京都一夜消失的豪商门户苏家？”关于苏家，其实他并没有太多印象，只是知道当年在京都有一个跟他们秦家门户相当的豪商家族，曾追随姬老爷子打过天下，后来却莫名消失了。毕竟都是20年前的事了。这么一个有着从容之功的豪商家族，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且后续连半点原因都没有透露。由此可见，苏家当年的消失有多么的不简单。5岁那年，我因为抗拒习武，被老爷子抽得皮开肉绽。碍于老爷子的威严，家里所有人愣是晾了我一个下午，一口水都没给我喝。你回忆起来，3岁开始，我每天不是在学习，就是练功。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她朝我问道：“小屁孩，这么大了还哭鼻子，你是不是男子汉啊？”说到这，你笑道。当时我撇过头没理她，然后她就走了。不曾想过会她又回来了，还带了些药膏和一颗糖。你点了根烟，那时候的一幕幕在脑海中不断播放着。小屁孩别动，给你上了药就不痛了。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呀？你是不是不听话了？我爷爷要是敢这样打我，我肯定就他胡子。好了，把糖吃了，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随便哭鼻子。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我叫苏玉竹，你叫什么呀？算了，就叫你小屁孩吧。掐灭烟蒂，那是我人生中吃的第1颗糖。当时我就觉得所有的委屈都消散了。自那以后，我每次练功前都会偷偷藏颗糖，然后我为了感谢他，就和他约定等第2天我学习完，就到侧门等他，回赠他一份礼物。说着，你拿出了一个有些年头的盒子，打开道：“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玩具，准备送给他来着。”但自那天起，我再也没见过他。晴天看去，里面放着的是一把用木头雕刻的小手枪。这种事他还真是第一次听你说起。他能想象到，对于少儿时的你来说，苏雨竹的出现绝对是你人生中的一道光，但这道光却如流星划过，导致这段记忆逐渐成为一种执念。这些年我不敢查，怕他们真正消失了。你盖上盒子，语气深沉：“我不会看错他脖子上那块胎记，哪怕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没忘。”见状，晴天问道：“那您现在有什么打算？这么多年，你自己都分不清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兴许只是儿时的执念。”你想了想，决定道：“找个机会，把本该送他的东西给他吧，就当是给儿时的自己一个交代。20年太长了，说不定对方早已经将自己给忘了。”这时，别墅外突然传来一阵阵急刹车的声音，只见一辆辆治安司的车停在了别墅门前。晴天起身请示道：“您上楼休息，我来处理。”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治安司的，你看了一眼，并没有上楼的打算。见状，晴天笑了笑，看来是赵明渊的死彻底激怒了赵正传。既然来了，那就一次性解决。话音刚落，一队治安司人员就堵在了别墅门前，然后聂永江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自我介绍下，我是汉江总司的副司，现经过我司调查，你们与白小璇、赵天成、赵明渊3人生死案有直接关系，决定对你们缉拿询问，然后移交至战区部门。一套流程走完，才从身上掏出电话，看向你们。赵正传的电话谁接？小畜生，还记得老夫的声音吗？你一口一个小畜生，相信我，当我再次出现在你面前时，
你的下场不会太好。你警告道。但显然今天的赵正传有点飘了。等你被关进大牢，老夫会亲自到场，亲手将你们带给我儿子和孙儿的伤害10倍100倍的奉还。突然，你笑着合上杂志，首次打量起聂永江以及堵在别墅外200左右的治安司人员。就这，上一秒的兴致转眼就消失了。我以为汉江总司集体出动了呢，区200人的队伍竟给了你这么大的自信。听到这话，聂永江和几个治安司的人均在极力克制。事到如今，你还在这装镇定，现在有没有后悔为那对妇女出头啊？不过老夫也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当众跪下，如此我就放过你下面的人。此时，聂永江等人都想看看你在这样的局面下会作何选择。你五指揉动，电话直接化作碎末，对晴天吩咐道：“让你家里从京都下一道最高批文到汉江。”晴天连忙照办，表情残酷又玩味，压根就没有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见状，聂永江也感觉脸上挂不住，当即威胁道：“真发展到那种局面，你们都会永远留在汉江。”你并没有理会他的话，反问道：“你作为汉江治安司的副司，明知道叶青云父女的死存在冤情，非但不替公道发声，反而充当起赵家的靠山。赵家父子的命是命，我那老大哥的命就不是命。”聂永江被对得有些恼怒，大手一挥，带走，拒不直接当场击毙。下一秒，周围的治安司人员全都统一动作，准备掏枪。然而，面对这剑拔弩张的一幕，你只是点支烟。但凡让我听到一声枪响，只需要3分钟，我让你今天带来的200人，无一人生还。你想不想试试？安静！这话一出，愣是让聂永江等人半天没敢动。一个人的气场和自信是伪装不出来的，反观你这夹着烟，完全就是一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出的姿态。就连一旁的晴天从始至终都淡定的可怕，没有表现出一丢丢的紧张，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你当自己在跟谁说话？放眼整个大夏，都没人敢用枪指着他。当了2天副司，狗屁责任没见你扛过，这威风倒是耍得挺溜。晴天都没抬眼看他们，目光停留在手机上，似乎在等消息。而这话实在有些太过惊世骇俗，以至于聂永江等人根本就没有当真，开口道：“我提醒你，如果再闹下去，纵然你是1级校官，也通通会葬身汉江。所以你考虑考虑，要不要直接跟我走？”你看着他明明想抓你，又不敢动手的样子，笑道：“天王江这3个在汉江的顶级家族，以及一个势力背景超出汉江范畴的家伙，确实能悄无声息的让很多人消失。”说到这，你语气一顿，然后直视他：“但谁告诉你我是1级校官？你都没有搞清楚我的身份，就敢带人企图将我强行带走。但结果呢？200来人像门神一样杵着不敢动，你也只能犬吠。知道为什么吗？”聂永江消化着话里的意思，闭嘴不语，坐井观天，不知天高地厚。下次见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会导致什么下场。你卖了个关子，起身准备上楼。滚吧！晴天抬头下达了驱逐令，算是把你的话翻译了一遍。聂永江等人瞪着眼睛，满脸愤怒，最终还是没敢动手，灰溜溜的带人离开了。赵家，从方才你挂断电话后，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期间，赵正传就再也没有联系上聂永江，对方也没有主动联系他。一时，赵正传的手心开始出汗，翻开的通讯录已经调到了一个备注为天老的号码上。还是太自信了，要是当时直接通知3家，事情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能等了。就在赵正传要按下拨通键时，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有消息了吗？不过走进面前的却是2个身穿戎装的兵者，他内心开始不安起来。聂永江呢？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奉命送你上路，下去后记得给叶青云校官磕头请罪。校官，赵正传正主，既然如此，那就让你死得明白些。听好，叶青云隶属于麒麟军亲卫团一员，官拜1级校官。至于你扬言要弄死的那位，那是我麒麟军的总扛把子，乃当朝冠军后。听到这话，赵正传瞬间呆若木鸡。本来我家将军打算让你多活一段时间，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到了底线，他没工夫来亲自送你上路，所以由我们代劳。边军，怪不得你们行事敢如此肆无忌惮。赵正传终于从震撼中回过神来，说着就要拨出电话给3家提醒，但下一秒一把匕首扎进了他的手腕，电话瞬间脱落。不等赵正传反应过来，一道巴掌就捏住了他的喉咙。他内心大震，要知道他可是4重天的强者，否则也不至于能在汉江市白手起家。现在边军5万儿郎，挂的是姬姓，听的是将军令，守的是万里山河，护的是亿万黎民。下辈子记住，别触犯了不该触犯的底。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Why, baby, why? 啊？接上回，治安司聂永江刚准备前往办公室，突然一个文员拿着份批文走过来，恭敬递上。聂副司有份批文点名让您过目。批文。聂永江打开看去，如遭雷击。京都治安部最高决策层下达的，汉江总司务必全力配合，在汉江调查叶青云父女死亡事件。聂永江感到苦茬子都漏风了，什么人才能一句话让京都治安部最高决策层向他们下达这样的批文？还没完全回过神，一道声音又传了过来：聂司总司长回来了，让你立刻去他办公室。我听说你带了200人出去，这段时间你给我消停点，而
而且你绝对不能掺和叶青云父女的事。能够调动边军的人，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是谁。冠军侯啊，我夏国成立以来最高级别的将领。闻言，聂永江瞪着眼珠子，被吓得瘫软在地，坐在地上破口大骂：我认你老了，你他妈为什么不能早点提醒我？聂永江，你清楚自己是在跟谁说话？老子一天24小时都有战区的兵者全程监视，回来是保密协议都不知道签了多少条。你以为冠军侯是什么人？市场上买菜的呀！冠军侯啊，坐镇一国边疆的镇国大将，三军心目中的神，他竟然带人打算将这样的存在给摁死汉江。完了！见状，贺志勇脸色大变。聂永江，你个狗日的！别告诉我你带着200人跑去找那位给赵家出头了，我他妈很好奇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可能是叶青云的灵堂在别墅。聂永江回道：贺思，志勇哥，几十年的感情，你要救我呀！贺志勇深吸了一口气。冠军侯不比其他人，再者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由此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坐镇边疆，杀到天下公认当世第一战神的神话级人物，能是心慈手软之辈。出了这样的事情，但别抱太大希望，提前把该交代的交代了吧。贺志勇叹了口气道：柳家，乐永军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放言让其带着柳叶子前往赵家大院外，跪下磕头认错，直到赵老爷子开心。面对众人的胁迫，刘有胜夫妇只好给你打电话求助。你叫来的人怎么还没到？立马给他打电话，让他快滚过来。好巧不巧，他这话一出口，就见刚刚抵达现场的你和晴天，目光如刀一一扫过，上一秒还嚣张跋扈的乐瑶瑶当场石化，小脸煞白一片，前脚还在嬉皮笑脸的乐永军等人均感到后颈发凉。都在等我，你语气平淡，然后看向人群中噤若寒蝉的乐瑶瑶。昨天我让你今天到我那跪3个小时，你为什么不听话？接着你对着晴天吩咐道，请他们吃掌心脆。下一秒，晴天大步上前，抡起巴掌，一个挨着一个的抽了过去。清脆的耳光声在现场不断回荡着，将你那句掌心脆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不管晴天怎么打，现场这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名流，愣是没有一个吭声的。毕竟活着挺好。见到这一幕，刘有胜3人心惊肉跳。你昨天在赵氏集团干了什么，才将这群人吓成这个样子？乐瑶瑶咬着嘴唇，满眼雾水的瞪着你。你太过分了！就算是我出言不逊在先，但连女孩子都打，你还是不是男人了？你都没正眼瞧他。他扫了一眼满地的瓜子壳，不容置疑道：你丢的。乐永军一愣，顺着你手指的方向看去，正是他方才扔地上的瓜子壳。不是，现在是该关心这种小问题的时候吗？你家大人有没有教过你做人要有教养？是谁告诉你到别人家里可以把垃圾四处乱扔的？你动作快如闪电，一把将他的肥猪手摁在茶几上，寒光乍现，只见一把水果刀将乐永军的手死死钉在了茶几上。顿时乐永军惨叫了起来，双眼充血，恼火道：你他妈欺人太甚！敌人尚且有3分火气，更何况他还是个有些脸面的人。欺人太甚，你是人吗？你摇头道：人可以不善，但为什么要如此作恶？柳家被你们害得还不够惨，一个18、19岁的女孩刚出院，你就要她去赵家大院前跪着磕头。赵正传不松口，他们就得跪死在那。你们是畜生，不是人。见状，人群中已经有人准备趁乱逃离现场了。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前，谁今天敢踏出大门一步，我杀谁！效果显而易见，众人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落得个跟乐永军一样的下场。这段时间，凡是欺压过你柳家的人，一一通知到位，半个小时不到就不用来了，我帮他们安排后事。总之，我不仅要帮你柳家把失去的拿回来，还会让你柳家坐上我们去龙头企业的位置，全当是我带我那位老大哥和他女儿送给你们柳家的谢礼。当初踩过柳家的人可不少，听你这意思，是打算把这些人一并捆起来收拾？你他妈是不是神经病，吹得这么过分？乐永军实在是忍不住了，你算什么东西，就能跟着你扶柳家上位了？凭什么？凭你那张嘴唇上下一碰吗？行了，人你也打了，钱我们也到了，到此为止吧。此刻乐瑶瑶也恢复了之前的高傲。换言之，你季如龙明明占据优势，但却不知道收敛，反而得寸进尺。现在夸下海口，不仅收不了场。突兀的敲门声在这时响起，紧接着众人就在门口处看见了贺志勇和聂永江2人。刹那间，乐永军一群人更是欢呼雀跃。此刻憋了一肚子屈辱的乐永军再也顾不上其他了，一把抽出扎在手上的水果刀，哭丧着脸跑到贺志勇2人面前，卑微道：贺总司、聂副司，您2位总算来了。要是再不来，这目无法纪的小畜生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周围众人也在纷纷附和。2个没有眼力见的狗东西，没看到贺总司和聂副司来了，竟还敢在那坐着不动。乐瑶瑶此刻更是肆无忌惮起来。听到这些话，贺志勇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道：闭嘴！一巴掌没收住，直接甩在了乐永军脸上，力道之大，更是让他踉跄几步撞到了乐瑶瑶身上。贺志勇不再理会，长舒了口气后，小心翼翼地对你请示道：您看，我们可以进来吗？刹那间满堂死寂。为生死袍泽，2肋插刀，无怨无悔；为万里河山，身先士卒，寸土必争；为万万苍生，抛头颅洒热血。哪怕战至最后1秒，也要护我大夏，国泰民安。接上，这时你轻轻点头，示意贺志勇2人进来。你之所以吩咐晴天让京都治安部下一道最高批文到汉江，就是为了让聂永江再度登门时再处理他，免得当时动了他，又下来一个更高级别的人，与其麻烦不断，还不如露出冰山一角，彻底解决本土官方，方便以后行事。现在见效了，见你点头同意，贺志勇2人才敢迈步进门。与乐永军他们不同，贺志勇非常清楚你拥有着何等恐怖的身份，故而开口前那是再三斟酌。依您看该怎么处理他？这里的他
指的自然是聂永江。直入正题，丝毫不敢拖泥带水，暂且放一边。你示意两人一边玩去，对乐瑶瑶招了招手。见状，乐瑶瑶吓到哽咽出声，但又不敢太放肆，只能求助的看向乐永军。父亲，救我！那个，我想打个急救电话，您放心，我绝对不跑。乐永军硬着头皮道：“毕竟父女一场，就算他这女儿行事作风恶劣了些，但当老子的岂有不管的道理？”话落，晴天就泛起一抹冷笑，直接给火葬场打吧，怎么样？下一秒，乐瑶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吓得乱了分寸。我错了，你别伤我父亲，他死了我怎么办？我还这么年轻，我给你们道歉。见你一直沉默，先前还一副悔改模样的乐瑶瑶，竟转头埋怨起来。大不了把我们这段时间夺走柳家的产业还给他们，你还要怎样啊？你好歹也是一位大人物，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儿？不过就是简单闹了下，骂了你几句，你怎么就抓着不放？不过是简单的闹了一下，你真是大开眼界。语气平淡道：“我看在你还小，又是女孩子的份上，给你机会，不是让你用那满嘴理直气壮的言辞来影响我三观的。”接着隔空一把将乐瑶瑶抽飞，满嘴白牙，一颗不剩。累了，你代为处理一下吧。你冲着晴天吩咐一声，然后打开手机，邀请柳叶子一起观看。刘总，天色不早了。这时，带你处理一下事情的晴天指了下窗外，示意刘有胜道：“好。”全程处在失神状态的刘有胜反应过来，拿起电话开始联系这些天欺压过他们的人。喂，刘有胜，你他妈是不是自己手大了，说胡话了，还找老子算账了？好，你等着。什么？你也接到刘有胜的电话了？这傻逼是不是疯了？还当自己是身家上亿的老总？走，去他们家。随着刘有胜的电话持续播出，无论是今天一些没到场的名流，还是在这件事中自告奋勇过的小喽啰，纷纷惊动，然后朝着刘有胜家里赶来。不久，一辆辆豪车相继抵达柳家楼下。叶总，这刘有胜怕是喝大了，心胆把您都惊动了。一个肥胖中年走到其中一辆豪车前，惊讶道：“叶荣金，不久前还是一个在区内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但柳家事发后，谁也不曾想他能瓜分走原本该由乐家等人接手的柳家产业。关键是，就连赵家最后都默许了，虎口夺食，还能安然无恙。原来这家伙是汉江五阁某位武士的小舅子，有一个武士姐夫，加之赵家卖下来的面子，更让叶荣金一时间风头无两。而凡是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不缺舔狗。这不，继最先打招呼的那位肥胖中年后，现场众人也通通阿谀奉承道：“刘有胜岂只是喝大了，我看他不仅糊涂，还愚蠢。我等也就算了，叶总是什么身份？拿了他市场和产业，重新替他盘活，那是他的荣幸，居然还扬言找叶总清算。”人群中，叶荣金神色淡定道：“我吃到嘴的东西，还没人敢让我吐出去。”放心，叶总，我稍后会查出他家所在小区的开发商。另外，我在住建局那边也有些关系，到时候定让他们一家人流落街头。这位肥胖中年叫苟富贵。接着，众人开始上楼，苟富贵则跟个奴才似的，全程伺候在叶荣金一旁。他这样的人极会审时度势。在柳家这次事件当中，他虽然自告奋勇，出力不小，但最终却连口汤都没怎么喝着。至于好处，全落到了乐家这种紧跟在赵家身后的那些人手里去了。所以他清楚，类似他这种段位的人，就算再怎么巴结赵家那种庞然大物，也看不见他。可叶荣金就不一样了，这位眼光毒辣，同时背景深厚，加之是出路峥嵘，现在正是属于潜龙在渊的阶段。以后但凡再有机会，定然会有一番大作为。苟富贵心里美滋滋，刚上楼就迫不及待地上前表现。刘有胜，你他妈好大的胆子！叶总这样的身份你也敢随意叨扰，还不带着你家人出门迎接，态度好了，叶总兴许还会赏你们个10万8万的。毕竟你……话还没说完，苟富贵突然眼珠一瞪，一股凉气袭遍全身，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什么情况？怎么了？叶荣金皱了皱眉，下一秒同样呆若木鸡。这气氛，只见乐永军一众名流全都像个乖孙子般蹲在墙边，而且看样子明显被人抽了嘴巴子，脸上的巴掌印到现在都没有消除。最害人的是贺志勇和聂永江这二位，他们平日见了都得小心翼翼，说话的大人此刻竟然低着头站在一边。反观刘有胜一家，坐在沙发上其乐融融，叶荣金只感觉一股寒意，随时都在刺激着大脑皮层，让人头皮发麻。这怕不是进了龙潭虎穴。接上回，叶荣金这一批到场的人注意到了你，又是一阵心惊肉跳。这不是昨天在赵氏集团宰了赵天成的家伙吗？现场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了，让人忍不住的想逃离，但身子却僵硬无比。终于，你放下手机，温柔的揉了揉柳叶子的脑袋。好了，下次再和你分享你叶叔叔在战区的事。柳叶子点头，眼中又是崇拜又是感激。贺总司，这是咋了？终于实在顶不住压力的苟富贵悄悄贴近贺志用，问道。贺志用瞥了他一眼，压低声音：“文远点，我没工夫和你们一一清算。这段时间你们怎么对柳家的？拿了多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通通吐出来。”你扫了一眼众人，然后自行备足礼品，改日登门赔礼。明白。片刻后，见众人还在呆愣沉默，你提醒道：“给个人带头。”话落，乐永军率先站出来：“明白，我这就让下面的人拟定合同，明天一定协理登门。”叶荣金和苟富贵互相对视一眼，哪里还看不出来，你这是要帮柳家跟他们这些人算账，并且在他们之前，乐永军等人明显已经被治得服服帖帖了。不应该啊！难道赵家就没对他报复？叶荣金看了眼现场，咬牙忍痛道：“柳家的产业
明天我会还回来。尽管他有一位武士姐夫，但贺志用这位总司长在这事中还不知道充当了什么角色。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贸然得罪对方，不明智。他一开口，余下的苟富贵等人也均是妥协。我也是回去就罢。可就在这时，你看了眼苟富贵和叶荣金，补充道：“你们两个双倍奉还，再备足让柳家满意的重礼，才能了事。”闻言，叶荣金脸色阴沉，质问道：“他们都是归还赔礼即可，我们却要付双倍的代价，凭什么？”你笑道：“过来。”接着又朝着苟富贵扬了扬手，他拿了你柳家什么？这话显然是问刘有胜的。派人砸了我们家的场子，还警告我们别不知死活，否则下一次砸的就是我们家，损失主要就是设备，大概300-400万的样子。你点了点头，朝苟富贵问道：“4舍5入就是500万，让你给1000万，貌似挺不情愿。有这么4舍5入的？”想着，苟富贵开口道：“1000万太多了，我最多只能拿出3。”轰的一声，你猛然闪身，一把将苟富贵摁得跪在了地上。一开始没搭理你，你是不是以为刚刚进来时说的那些话我没听见？为了巴结这位叶总，吩咐柳家一家人出门迎接，然后你嘴里的这位叶总一高兴，兴许能赏个10万8万的，抢夺柳家的东西，反倒来施舍柳家。比起你们的霸道，我让你们双倍奉还，貌似很过分吗？紧接着，你抓住苟富贵的巴掌，五指揉动，整个手掌被你生生捏碎。明天送500万过来，我不再找你。话落，你缓缓坐下，中途有意无意地打量着叶荣金。凭什么？就凭你现在还能在那好好站着？当叶荣金接触到你这道目光时，浑身一激灵。现在他哪里还不清楚你的意思？纵观全场，有几个身上没挂彩的呀？乐永军巴掌被刺穿，乐瑶瑶被打掉了满嘴的牙，余下的人都被打得跟猪头一样。再加上现在的苟富贵一只手500万，那他要是不想双倍奉还，你岂不是得要他的命？赫斯，叶荣金双眼通红。你们抢夺柳家产业时，就没有想到不会有这一天。做人太狂是没有好下场的，自己惹的祸，自己趴着也要扛下。不要指望我乃至任何人能够救你。所言尽于此，你自己看着办。叶荣金脸色煞白，捏了把开始出汗的手心，许久才道：“给我2天，明天你不容置疑道，否则钱我替你赔。你下去陪赵天成。”好。叶荣金咬着牙，满脸涨红道。一旁刘有胜夫妇看着你神情恍惚，谁能想到他柳家也有峰回路转之日，并且对方貌似还打算将他们扶上赵家的位置。赵正传已经送走了。这时接到下属传来消息的晴天提醒不足，紧接着现场众人全都瞪大了眼。一个在区内叱咤了10余载的顶级人物，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给宰了。我要让柳家成为区内的商界龙头，接管赵家原有的一切，其中需要涉及到的部门关系一定交由你办。有没有问题？你点头对贺志用道。一瞬间的愣神过后，贺志用连忙回道：“你放心，一定办好。”说着，你再次扫过现场的其他人，你们有意见吗？见风使舵，顺势而为，人的本性罢了。他们不仅没意见，反而还会跟巴结赵家一样巴结柳家。都滚吧！你挥了挥手，下一秒人群散去，只剩下贺志勇和聂永江2个人。这长官，我柳家何德何能受得起如此恩惠啊？能拿回我们家原有的产业，已经感激不尽了。后知后觉的刘有胜夫妇已经是无以置信。你看了2人一眼，突然笑道：“也有太大压力。当初我那侄女被赵家害死，整个汉江敢公开为她说一句公道话的，只有你们的宝贝女儿。若不是你女儿勇敢的将那条视频发出来，那侄女的死可能就没有后续了。而你们柳家因为这件事被害成这样，也始终没有半句埋怨，比他们那些行事猖獗，仗着自己有点地位权力就胡作非为的人强上太多了。单凭你们的这份正义和善良，你们就有资格心安理得的收下这一切。我会让人帮你们的，所以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件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要是再推辞，就显得太做作。”此时他们也确定你是真的把这一切都送给他们，并不是让他们代管的意思。一时间2人那是百感交集啊。3大顶尖家族，刘有胜想了想，还是决定提一嘴：“活不长了。”你回应道，就准备告别。这时贺志用见时机到了，连忙带着聂永江上前道：“长官，我知道聂永江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但您可能不清楚，换做之前他绝不会和赵家同流合污，是赵家玩脏手段把他绑上了船，希望您能看在这点的份上，给他一条活路。”闻言你冷笑道：“滥用职权，勾结豪商，企图谋害现役兵者，是什么罪名？”贺志用刚才的一声侯爷差点脱口而出，看这样子还并非是因为那道批文来的，而是知道了你的身份才跑过来请罪的。听到这毫不留情的话，贺志用2人均是额头冒汗，不敢回答。你摇了摇头，不准备多留。见状，贺志用连忙道：“死罪，但那我呢？”再次问道：“这寻常兵者都死罪了，更别说你他妈还是堂堂郑国大将，3军尊侯的存在，这是非要聂永江死了。”姬某不是什么心肠狠毒之人，但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不值得我留余地。你迈步离去，留下3个字：杀了吧。接上入夜，江水一湾，擎天将送来的资料对你做了汇报。和盛会创建者穆元周曾追随齐向明将军抗敌，其势力覆盖汉江5大区，巅峰时拥3万门徒。平定后，穆元周彻底归隐，膝下无子女，收养了6个孩子。
如今五义子各自各据一方，叶青云遇袭是午门区双花红棍所为，就在本区9号山庄，当即决议连夜前往。这位双花红棍名叫段东升，9号山庄就是段东升的前代，表面上是山庄，实则是一个大型的地下赌场，赌的花样那更是五花八门。两位老板看着很面生啊。门口站着2个墨镜的汉子，看着你们后略显警惕道：“慕名而来。”然后晴天直接将一袋子丢在地上，露出里面的钞票。我家公子手痒，今天就是奔着送钱来的。一看有水鱼上门，怎么愿意轻易放过呢？两位老板稍等。其中一人就到旁联系了起来，1分钟不到，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二位老板，请进去后会有专门的人给您二位介绍规矩，祝二位老板满载而归啊！刚进门就见一个天使服饰的年轻女子快步迎了过来。二位老板，话还没说完，就听你打了道响指，紧跟着晴天就拿起一叠钞票塞到了女子的手中。玩法规矩我们都懂，忙你的去吧，最好能想办法离开，这钱够你今天的工资了。女子愣了下，显然是从来没遇到过你们这么财大气粗的。谢谢老板，祝老板今晚大杀四方。刚反应过来，女子连连道谢，美滋滋的离开了。至于晴天的提醒，根本没往心里去。这时你也开始打量起来，现场来玩的人不算太杂，大概分为3类：暴发户、小老板，还有几个出身不菲的富家子弟。他们赌的东西也是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们赌拳。就在你蹙眉时，晴天指了下大院外围，在那边一个黑檀木长桌中央，坐着一个纹身汉子，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此刻段东升也正在看着你们，并点头示意，算是简单的打过招呼。对此你并没有理会，而是在休息区坐了下来。什么来头？问能吗？只说是慕名而来，开着一辆没有挂牌的车，应该是外省来的公子哥，而且家底肯定不简单。慢慢打还是直接上？手下回道。段东升摆手道：不着急，看他们玩什么，给他们一人送杯茶过去。休息区因为和那几个富家子弟所在的位置不远，你的目光就一直放在这边。赌拳就是准备一个巨大的铁笼，然后把人关进去，让他们进行搏杀。他妈的还击啊！本少花那么多钱养你，你他妈连个混江湖的都打不过。今天你要么赢着走出来，要么就死在笼子里。一个尖嘴猴腮的年轻人站在铁笼旁边，激动地嘶吼着，可以看出他的拳手此刻处于下风，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残或是直接打死。段东升的拳手用药了。晴天突然开口，国际上一些丧心病狂的势力，为了让人体暂时获得超越自身原本的力量，不知道研发了多少种禁药。一个小小江湖势力的双花红棍，为了敛财如此不择手段，甚至连禁药都能搞到。其他人呢，把我的话一字不漏地传达给你家老爷子，有些时候手段还是强一些好，以其他人的名义调本土战区的人过来。我在这里等。这下晴天终于淡定不了了，他自然知道治安司的表现已经不是1次2次，让你失望，要输了。你摇了摇头，果然，你这句话一落下，铁笼里胜负1分。而这时，那个尖嘴猴腮、时不时抽抽鼻子的年轻男子，却双眼通红地盯着你。小子，本少看你方才摇头，嘴里还在嘀咕着什么？来，告诉本少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要是不给本少一个解释，300万现金你给。几个晃头晃脑的年轻人就随着男子围到了你2人面前，显而易见，输了拳没处撒气，想仗着自己人多，故意找茬来了。你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刘晓东，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谦恭，反而仗着自己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一味的藐视他人，且狂妄自负。相信我，这类人最终的结果往往都好不到哪去。狗东西，你挺狂啊！你知道老子和这里老板的一场拳赌的有多大吗？一场300万，本少的拳手眼看就要赢了，就是受到了你这狗东西的影响。刘晓东抽抽鼻子，脸色阴沉，继续道：你让本少输了钱，还反过来威胁我，你知道本少什么身份吗？城东刘家的大少，哪怕是在整个汉江都威名在外，往日里什么样的人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的使劲讨好。说着，目光盯在了一旁装满现金的手提袋上，这应该有个200-300万的样子。赔给本少，今天不与你计较。你好奇道：什么身份？刘晓东那叫一个得意。你且听好了，本少乃是城东刘家的大少，而我刘家更是世代与3大顶尖家族之一的天家交好。天家这2个字在本土所具备的分量，实在是太沉甸甸了。狗东西，现在知道自己威胁的究竟是什么人了吧？这钱你拿不走，买命钱。既然和天家有关系，我觉得还是先收点利息好。突然，晴天当场起身，一把抓住刘晓东的脖颈，砰的一声，一拳打在他的嘴巴上，牙齿掺杂着血液当场溅出。刘家大少，惹恼你怎么样？一连几拳下去，直到将刘晓东打得满脸鲜血，半死不活。擎天台将他扔在地上，这一幕，周围众人都陷入到了一阵惊愕中，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远处的段东升已经带着人杀气腾腾地走过来，身后还跟着几个拿着霰弹枪的壮汉。段东升脸色极其难看。二位，我段东升给你们面子，你们貌似也没放在眼里，一把不玩就算了，现在连我的客人都打，是把我当猴耍鸟。你摇了摇头，姬某学遍天下，唯独没学会赌钱。不赌，带钱来做甚？依照你们江湖上的规矩，祸不及妻儿，这钱买你的命。你目光逐渐冰冷。接上。
段某在江湖上20余载，想买我命的人太多了，但我现在依旧活得好好的。你知道双花红棍代表着什么吗？点击打手，论武力值，放眼整个汉江，比得上段某的人也屈指可数。就凭你也想拿段某当垫脚石？众人又不禁感慨你的不知所谓。近些年，段东升的名头在本土如日中天期间，并不是没有人试图踩着他扬名立万，这种事很常见。对于一些初入江湖、不甘默默无闻之辈来说，这样才能最快达到声名远扬的目的。可想踩着段东升的人，无一例外不是被剁碎了胃口，就是成了鱼龙江。说着，他直接冲手下吩咐道：“把刘晓东扶起来，只要不出人命，这2个人随便处理。当我给他刘家的交代，敢反抗，废了他们！狗东西，敢打本少，来跪下磕头喊爷爷，否则老子今天毙了你们！”被扶起来的刘晓东直接夺过一把霰弹枪，对准你，底气十足道：“这种东西对我没用。”你抬起巴掌，五指扣在枪管上，随着你五指轻轻拧动，传出了一阵阵轻微的铁渣摩擦声，接着点点碎渣自半空飘落。随即，你反手一巴掌，直接将刘晓东抽飞，这才对段东升提醒道：“这种段位的人没去。”闻言，段东升的眸子中升起了一抹疯狂。有意思，居然看走眼了。这般年龄，还是个小有所成的横练高手。我来跟你玩玩。既然你们2个人就敢来挑战我，那段某也不让的人都欺负你们。段东升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你：“就你跟我，咱们2个人签生死状打一场。但我提醒你，生死状一签，人死在效，所有恩怨均不牵扯其他人。不仗着人多，欺负人少，签生死状，单挑。我很欣赏你有这份挑战我的勇气，但我能夸赞你仅有这一点吗？在人前倒是故作有魄力，可你们围杀我那位老大哥叶青云时，怎么就没敢单独上阵？所谓的双花红棍，也不过是一个欺软怕硬之辈。”这话一出，段东升脸色微变，目光也从戏谑变得凌厉，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实在是因为这个女子海，当初赵家让他帮忙处理掉一个当兵的，但他身为武林区和盛会的双花红棍，自然不可能什么人都需要本人亲自出手，故而就派出了一批高手，可几十位手拿武器，正值当打之年的壮汉，个别的手无寸铁，且身体各方面机能已经开始下滑的中年兵者，竟然被吓得失去了战意，只敢拖不敢战。最终他不得不亲自带人前往。那一天的场景，虽然是此刻再度回想起来，段东升依旧感觉浑身毛孔颤抖。那个人面对他这位已经踏足修行者之列的强者，外加100余位战斗经验丰富的刀手，立于苍穹之下，浑身染血，也自始至终未吭半声，更不曾有半句求饶。他的眼神平静淡然，似乎还带有些许悲伤，但唯独没有一丝畏惧和动容。关键是以他的眼力，自然不难看出，那个已经年到中年的兵者，双腿曾受过难以想象的伤，以至于无时无刻不在剧烈颤抖。但尽管如此，他依旧凭借一己之力，压得他们所有人都不敢近身，哪怕是到死，他都是仰面朝天，双膝染血，但不沾半点泥泞。段东升不得不承认，他从未见过像叶青云这样完全将生死看淡的人。类似的倒是见过，那就是早就收山的穆元周。虽说穆元周带给他的感觉更恐怖，但这类人无一例外，全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非他这种混迹江湖的人可比。难怪我看你有种熟悉的感觉，你的言行举止，特别是那双淡漠的眼神，简直与他是一个模子你刻出来的。段东升思绪回归，这时看向你的目光正视了不少，可惜还是太年轻了。摇了摇头，转身就走。叶青云虽然是死于段某之手，但却令我发自内心的敬佩。你们既然跟他是同一类人，那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那天我杀他时，足足在他身上砍了100多刀，就是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服软。可惜哪怕到死我都没有如愿，但我不信每个人都有像他那样坚韧不屈的意志，所以今天咱们再试试。话音传来间，接连不断的脚步声从门口响起。不过几分钟，近100位提着啤酒瓶的壮汉迅速涌入现场，在你们中间腾出了一条通道，然后就是啤酒瓶摔在地上的炸裂声。此刻已经回到黑檀木长桌中央坐下的段东升勾手道：“我给你2个选择，跪过来，只要你能像叶青云那样一声不吭，段某今天非但放过你们2人，甚至还保驾护航送你们离开汉江，反之死。”下一秒，近100道杀气腾腾的目光落到了你们身上，这下人群彻底沸腾了。本以为被打扰了兴致，哪曾想今天还能看到如此热闹的大戏。你们双方之间隔了有数百米，这满地的玻璃渣子，跪过去双腿指定是废了，更别说这个过程谁能承受。就在众人纷纷猜测你会怎样做选择时，却见你缓缓地脱下了西装。好长时间没打架，姑且跟他们玩玩。来啦！接上。众人均是瞪大眼睛，看这架势不像是求饶或跪过去，反而是准备大干一场。这他疯了吧？他怎么敢？这个时候逞能明显只有死路一条啊！既然他自己要作死，管他作甚？我倒想看看这个家伙是怎么被打死的。毕竟我朴某人生平最见不得这种没实力硬装、不懂得能屈能伸的装逼货。而稳坐钓鱼台的段东升当即冷哼一声，甚至还表现得极度失望。我当有多不简单，没想到是个莽夫。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剁碎了喂狗。一语落地，打手们纷纷朝着你涌来。哈哈，杀！给本少杀了他们，狗东西！一旁，刘晓东兴奋地大吼道：“30秒！”
与此同时，擎天计时正式结束，33秒，全场死寂。一念下来，直接将数百米范围内的一切夷为平地。这刘晓东一众人还没来得及窃喜，就被吓得双腿发抖，浑身撤凉，收了几分力，你居中站立，头也没回。稍远处，此刻段东升牙槽都快咬碎了，属于二重天修者的恐怖气息顿时爆发。饶我银身，断我财路，你不死我心头不快。而下一秒，你一步落下，近身抬拳，一道骨骼爆裂的声音传开，段东升整个肩膀都被打得塌陷下去，前一秒还高昂的气息转瞬萎缩。我说了，我能夸赞你的仅有勇气这一点。陡然惊醒的段东升猛抽一口空气，此时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一拳下来，他半边身子都麻了。更恐怖的是，他引以为傲的二重天实力，在你面前竟然连任何反应都做不出来。双花红棍，顶级打手，在一群普通人里找到些优越感，就无敌了。你自始至终的从容平淡，给人一种君临天下的压迫感。服不服？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身在江湖，讲究的就是一个脸面。今天若是当众向你表示服气，那他这个双花红棍的名头也就到此为止了。想到这，段东升缓了口气。段某好歹也是名声在外的人，你想让段某服气羞辱我乃至打我和盛会的脸，那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宁折不屈，你冷笑道，五指扣在他锁骨处，不断加力拧动，以达到让痛苦持续递增的目的。段东升咬着牙关，锁骨被一点点拧断粉碎，这种痛苦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他当即嘴角一抽，一句话差点没脱口而出：面子固然重要，但总比被你直接废了好。不错，你满意的点了点头，笑容却是越发的平。咱换种方式玩，你是双花红棍，千万别服软，否则以后就没人服你了。话罢，你陡然握住了他的手掌，然后扣着他的手指，故技重施，一点一点的将骨头揉碎。服，我服，别捏了。我还没准许你服，你神情不悦。爷，您看，我真服了，服了。比起叶青云，我狗屁不是。再这么下去，我就废了。段东升哭丧着脸道。你兴致未散，抄起桌上的手巾，擦了下手上的血渍，转而扫了一眼人群。刹那间，远处围观的众人顿时如芒在背，脸色煞白。请那位老板过来。然后擎天一把抓住人群中一个看热闹的胖中年，带到了你面前。叫什么？你淡淡的简单一问，胖中年身躯一颤，直接跪了。朴国昌。擎天蹙眉，说实话，小的真叫朴国昌啊，国家的国，昌盛的昌。朴国昌连连求饶，对不起，我刚刚真不是有意的，求求您饶我一次吧。你笑了笑，你朴某生平最见不得那种没有实力硬装的装逼犯，看个热闹，嘴也这么欠。朴国昌肠子都快悔青了，哆哆嗦嗦的不敢吭声。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只见密密麻麻提着刀片的青壮年接连不断的朝着山庄中围来。放眼整个汉江，还没有人敢在我和盛会的头上撒野。兄弟们，有人在我们的界上动了东升哥，你们答不答应？里里外外数百人，其中还有提着自制火器的枪手，此刻统一开口道：杀杀杀！段东升笑了，跪在地上的朴国昌以及远处的所有人都笑了。和盛会的救援终于到了。能打是吧？狗东西，还不给东升哥磕头道歉？你还调侃老子？老子这名字不知道多少人都羡慕不来。前脚还在求饶的朴国昌顿时恼羞成怒道：狐假虎威，好不得意。这才哪到哪？我和盛会3万门徒，别看现在我们分家了，但名字还没变。你今天就是一代天骄，也得葬身在此。意思是这些人并非是全部，也难怪如此有底气。你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对擎天说道：知道老鼠为什么能兴风作浪吗？因为猫不行。哈哈，算你有自知之明。段东升自然听懂了话中的意思。你抬头看看，猫抓不了你。虎狼呢？哒哒的声音不断响起，那是武装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虎狼自然非真正的虎狼，而是虎狼之师。迪克杰，我以本土战区2级教官的身份，命令我部将士启用1级战备状态，妄动试图逃跑或反抗者一律就地击杀。一个身穿2级校官作战服的中年男子一边下令，一边神情凝重地朝着擎天走来，生怕耽搁半分。刘校官看到他的段东升腿都在发颤。金先生您好，我是本土战区的2级校官刘荣义，幸亏您没有事，否则刘某就算脱了这身衣服，也难逃其责。走近后，对擎天惭愧道。擎天点头示意，你有更高级别的人在场。当刘荣义的目光接触到你的一刹那，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时，朴国昌率先扛不住了，扑通一声就跪在了你脚下。是段东升，都是他害的。我要不是他，我也不可能来赌。我不来赌，今天根本就不会冒犯到您。您找他，我就是个小角色，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你面无表情，只是轻轻抬起脚尖，一脚踩在了朴国昌的肩膀上，顿时爆开一团血雾。不懂祸从口出，我今天教你。段东升张大嘴巴，你捻着脚尖，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现在有没有稍微意识到我是什么人？被吓到的段东升只顾着发抖，面对你的询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不是号称和盛会有3万门徒吗？你告诉他我有多少？这话是对刘荣义说的。全汉江范围现驻兵8万。擎天提醒道。只管往大了说。刘荣义神情一震，除留守兵力以外，传令到省部，天亮之前大概还能调集10万大军过来。你点点头，再次询问段东升，场地有限，不如我们各自召集队伍，换个开阔点的地方较量较量，别说我人多欺负人少，毕竟你是双花红棍，试试，万一你真能把我给杀了呢？长官，您就别玩我了，我不敢啊！段东升跪在地上，一脸久到想哭。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请您饶我一条狗命。他抬起头，
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我想打个电话，可以吗？不必了，你伸手从晴天那里接过一柄匕首。你们围杀我那位老大哥时，也没给他打电话的机会，只有匆匆一条短信。你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坚韧不屈的意志力吗？因为他是军人，他身上的伤疤何止100余道。若连我们这类人受到折磨和痛苦，都跪地向敌人求饶，那我大厦的姐啊，谁人来撑？靠你这种只会向自己同胞挥刀的垃圾吗？你深吸一口气，再睁眼，已是满目杀机。赵明渊扛了311刀，不知道你能扛多少刀？不要，求求您了！当死亡真正降临的那一刻，段东升才发觉自己有多么脆弱。许久，537，你放下匕首，平淡至极的5个字，却让在场除晴天以外的所有人都忍不住浑身发汗。我辈军人，黄沙铁蹄，万军压境，以面不改色。安能？崔梅哲腰势全跪，你抬手。晴天连忙上前，为你穿上外套。午门区的这支没有必要存在了，战区主打，治安司善后。天亮前给我一个结果。另外，这些人抓。刘荣义连连点头，明白。此刻，起先挑事的刘晓东看着你，一步步朝自己走来，没有丝毫犹豫的跪下，苦苦哀求：“别杀我，求求你！”你驻足道：“帮我办件事，办好了，我再考虑放过你和你背后的刘家。”门外，将军气消了吗？晴天试探道：“何盛会、3大家族以及背后藏匿更深的幕后黑手，我真想一次性把他们全都宰了。”晴天叹了口气：“要打仗的，你何尝不知道？从老爷子知道幕后之人的身份而不愿意告知时，就大概猜到了对方背后势力所具备的能量，至少也得拥兵自重，一欲为王，否则达不到让老爷子忌惮的地步。他在汉江对这些小喽啰进行清理，老爷子那边何尝不是在博弈？若因为害怕打仗而不打，反而更助长那些人的嚣张气焰。”你语出惊人道：“我等不了太久的。”接上回，云雾山，汉江名山之一，处于一片云海中，让身在其中的人宛若抵达仙境。数年前，和盛会开创者穆元周在宣布收山后，就把云雾山当做自己的养老圣地。稍许，山庄大门自行敞开。常言道，英雄顺势时，时势造英雄。据说这位当年踏回江湖时，靠演大搞，更是硬生生在汉江杀出一席地。刀王前辈，小子今天来，其一是依照我爷爷吩咐前来拜访，其二想必区内发生的事你也知道了。一条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疯狗，杀了赵正传不说，还拔掉了和盛会在午门区的这一脉，您就一点不在意？下一秒，穆元周收起气势，从许嫣然手中接过茶水，坐下慢悠悠地喝了起来。稍许，他才缓缓道：“别以为老夫收山了，就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在汉江都干什么了。段东升杀兵者死有余辜，至于你，应该庆幸自己有一个好出身。”对此，天祥瑞却满不在乎道：“一个小小的双花红棍，您确实不在意，但您的那么意思呢？”穆元周一生收养6个孩子，一女许嫣然，5个义子分别坐管在5大区。今天到场2个。昨天夜里，军部和治安司联合，以雷霆手段将和盛会在午门区这一支拔除，其中自然有他穆元周的义子。天祥瑞就不信对方真的能无动于衷。果然，听到这话，穆元周古井波波的脸上也动容了。话虽如此，但你天家有没有搞清楚对方的身份来历？别到时候栽了跟头。我天家不是赵家之流，不瞒您说，小子这次来就是打着一鼓作气按死他的准备。再说，纵然他是真的大有来头，背靠战区，但山高皇帝远，在汉江是龙也得给我盘着。天祥瑞胸有成竹，因为天家在汉江就是天，以前没有意外，这次同样不会有意外。天祥瑞昂着脑袋道：“这次家族那边原本是打算亲自下场派人摁死那狗东西，但既然是同辈，加上赵天成和刘晓东都是我的人，我若不亲自管，以后哪来的威严？所以我主动请缨下场，2天内让那狗东西尸沉于龙江。打算怎么做？”穆元周淡淡道：“战区那边还希望您请樊城那边的大人物敲打敲打，至于治安司和其他方面，我来。”天祥瑞拍着胸脯。许久，穆元周放下茶杯，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天祥瑞：“老夫拭目以待。”你真有信心在2天内拿下他？许嫣然试探道。天祥瑞不屑一笑，展露气息：“4重天。”许嫣然内心微惊，果然3大顶尖家族没有一个是废的。徐小姐，这次你就好好看着本公子的雄威，其他的一概不用担心，在汉江没人能让本公子死。天祥瑞神情倨傲，下一秒冷笑，开口道：“先吃我几记重拳吧，狗东西。”午休过后的你坐在沙发上，端着一杯茶。天家3代弟子天祥瑞，学府事件的6人之一。他来午门区后，就去了云雾山穆元周的居所。晴天会报道。闻言，你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昨天在9号山庄故意放走刘晓东，就想看看放对方回去能不能怂恿一个有分量的人下来，也免得亲自动身前往另外几个区域。天祥瑞正是你的主杀目标之一。话刚说完，别墅门外突然涌进来一群人，其中领头那位肥胖中年扫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你们2人，拿起手中的文件看了眼晴天。听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城建和开发商那边双下令让你们搬家，你们是自己走还是我赶你们走？搬家？你抬起头，语气平淡道：“给我个理由。”你们2个惹到了什么大人物，自己都搞不明白，我他妈哪知道？孤儿大手一挥：“兄弟们，上面特别交代了，把这灵堂给我砸了，竟然在咱高档别墅去摆灵堂，这他妈不是自寻死路吗？一个死人站着这么高档的地方，晦气！”一群人闻风而动，谁敢动一下？
我让他今天出不了这个门。你眸中寒光涌动，操！你都打临头了，还威胁老子，我就动了，你还能吃了老子？郑富饶嗤之以鼻的骂骂咧咧道，接着就准备带头砸。这时，一道清脆的咔嚓声传来，有完没完？郑富饶不耐烦的转头，只见一把手枪抵在了自己的脑袋上。枪，我个乖乖！话还没说完，刑天直接开枪打掉了他的半边耳朵。听人劝吃饱饭，这么不听话，耳朵还留着干什么？郑富饶当场发出一声惨叫，捂着耳朵，脸色煞白的瘫坐在地上。此刻他眼中满是惶恐，有枪不算什么，但敢直接开枪的能有几个？一阵脚步声从别墅外分别而至，然后他就瞧见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走进别墅。此时他哪里还不清楚自己这是被人当枪使了？把地擦干净，在我没有回来之前，你就负责在这守着。灵堂上少一粒灰，我要你脑袋。说完，你迈步离开。随着赵家被灭消息传出后，一系列的后续影响在午门区愈演愈烈。最受关注的就是关于叶青云父女俩的议论体，在网络上疯狂流传。可就在刚刚，所有叶青云父女相关话题消失，汉江学府将公开回应叶芊芊死亡一事，还称有其主动卖身证据。同时，一旁的晴天汇报消息，战区刘荣义受到樊城降级人物敲打，治安司贺志勇被调离汉江前往樊城任职，职位不变，各下级人员也均有调动，具体原因则因涉及到内部机密，不便公布。你冷笑道：“有意思。”接上。姬先生，刚刚发生的事情，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天家的天祥瑞刚刚从我这里要走了您的联络方式，不过他没有动我。赫斯那边不用担心，我会让人跪着把他请回来。说完，你直接挂断电话。不久，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拨到了你手机上。听说就是你在给叶芊芊和她的父亲报仇，而且你还主张要让柳家接手赵家原有的企业。电话接起，里面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天祥瑞，你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刚刚就是你下令让人去江水一湾砸叶青云灵堂的。”赵氏集团。天祥瑞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大半个午门区。那只是开胃菜，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赵氏都不是你能拿的。你在本土作为行动底细的贺志勇还有刘荣义，不会有好下场的。没了他们两个，单凭你基本上也嚣张到头了。他后面羞辱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从中打断了。后面的话留着我找你时，你再说。挂了。天祥瑞脸色阴沉，狗东西居然敢挂本公子的电话。身后正在悠闲补妆的许嫣然笑道：“何必因为这样的人动怒？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你不就是想欲擒故纵，好引起我许嫣然对你的注意吗？我倒想看看，等你被天祥瑞玩到绝望时，我再先生假意对你表示仰慕，你会不会露出真面目来？等你像其他男人一样跪舔时，我再一脚把你踹开。”光是想想，许嫣然就觉得解气。与此同时，汉江学府那边的回应已经出来。这个天家公子应该是怕我们会到现场捣乱，所以视频是提前录制的，直到现在才公布出来。您过目。提前录制，这是有些本事，还是上面有人指点？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军政两界，加上舆论三管齐下，有点意思。你笑容冰冷，接过手机。其实关于汉江学府回应的内容，你大概是能猜到的，但现身为其作证的人却让你有些意外。这些年汉江学府教过或是没教过叶芊芊的导师，均公开表示叶芊芊为人不检点，善于偷摸不说，还经常和学府外的社会小青年混在一起，被他们逮捕多次，一直不予透露，是担心被人指责教导无方。现在公开也是无奈之举。总之，叶芊芊不是什么正经女孩，发生的学府导师多达15人，其中更涉及到了学府一位比较有威望的教授。最让人愤怒的是，那个所谓叶芊芊家属的人，居然是叶青云的堂兄弟，叶芊芊的三叔。叶芊芊的母亲曾亲口表示，我那堂哥这些年入不敷出，老母亲治疗需要钱，女儿读书需要钱，所以才让我那侄女去勾搭豪门公子，或是干脆敲诈勒索一笔钱。原本我作为亲属不应该如此大义灭亲，但事情的发展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在真相面前，哪怕是亲属也不能包庇。以上所言均句句属实，我叶青葱可以拿我全家妻儿性命保证。这位穿着人模狗样的中年，在镜头前大义凛然，为了让这番话更具说服力，甚至不惜拿自己全家性命做担保。天家这不仅是要把自己犯下的罪行给压下去，还要将作为受害人的叶芊芊彻底钉在耻辱的墙上。怪不得三大顶尖家族的名声在本土一直无人动摇，这手段确实堪称只手遮天了。不过比有权有势，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最终都只是徒劳。调京都治安部下场，从汉江本土所属省城开始，一路清扫与三大顶尖家族相关的人。今晚之前，我要听到动静。另外，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立刻办！你指着视频上那张与叶青云长相相似，但却多了几分狡诈和虚伪的面容，语气不容置疑道：“下一秒，马上送这些为人师表的导师先上路。”乐家父亲，现在天家的公子已经下场了。既然如此，那家伙吩咐我们对柳家做出赔偿的事。乐瑶瑶看着乐永军，嘴巴漏风道：“乐永军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真货，对方有可能是讲官，那家伙明显是冲着三家来的。特别是事后经他了解，聂永江死了，什么人？一句话下去，能让聂永江这种级别的存在赶赴黄泉，甚至连程序都免掉。把柳家的东西还回去，若天家真能摁死他，我们再拿回来也不迟。”出城主干道。
天大地大，老子有钱，哪里去不得？还想让老子赔？你找鬼去吧！正想着，突然急刹车，被打扰了兴致的苟富贵顿时勃然大怒：你他妈怎么开的车？我家侯爷大概是忘了提醒你，不按照他的吩咐办，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以至于你敢擅自跑路？苟富贵刚抬头，就看见两个身穿作战服的男子，手提自动步枪，站在商务车旁，笑眯眯地发问：这侯爷？苟富贵额头冒汗，无边的恐惧涌上心头。对不起，500万我马上送去刘家，马上就送，司机去银行。苟富贵头皮一炸，脸色惨白的解释：车没动，现在不止500万了。苟富贵一愣，立马道：1000万不2000万，只要你们放过我，多少我都赔。窗外两个麒麟军将士一言不发，下一秒枪口直接抵在他的脑袋上，冰冷的声音再度传来：赔命！先生，上完镜，叶青葱迫不及待带着妻儿驱车回叶家村。此前，天家找他，让他上镜说几句话，再让老家堂嫂签一份协议，就给他1000万。他略作了解后，想都没想便答应。毕竟他早就与叶青云兄弟断了往来，叶芊芊更是多年未见，毫无感情。在他看来，人死不能复生，不如利用死者谋取最大利益。真相如何与他无关，只要办好此事，钱能到手，还能攀附上显赫的天家，前景一片光明。突然来了一辆豪车，围在马路上聊天的村民自然是议论纷纷。你小子是叶青葱吧？这都出去多少年没回来了，怎么见你大哥家要发达了，舍得回来了？不过你也不想想自己能不能高攀得起人家呀？都说这人不管今后混得多好，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更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反观叶青葱，这些年不仅没记过自己的爹妈和祖宗，就连自己堂哥和侄女死都没回。现在人青云家有冠军侯成药了，就屁颠跑回来。因此村里的人对叶青葱的印象相当差，说起话来也是阴阳怪气。啥玩意？叶青葱不再搭理，带着妻儿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叶青云家大院。嫂子，再不。他妻子是一个穿着大红裙、戴着墨镜、捂着口罩的妇人，儿子则是一个浑身名牌的青年，名叫叶旭成。屋内，素华走出来看了眼，谁啊？我青葱，咋地？认不出来了？进屋，我跟你说点事。说完，叶青葱自顾自地进了屋。原本精气神转好的素华瞬间脸色难看。是这样，我这里有一份协议，你就签个字，然后我拿50万给你修屋。边说，叶青葱边从皮包里掏出一份协议，交给素华。素华接过，正要仔细过目，见状，叶青葱又连忙笑呵呵地阻拦道：“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签个字，按个手印，我把钱转给你，滚开！”素华大喝一声，摊开所谓的协议。片刻后，他看着叶青葱。让我主动承认我女儿卖身不成，敲诈他人。你告诉我，这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叶青葱，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说着，素华指向屋内。你大哥和你侄女死你不回来也就算了，你大伯还卧病在床，你进屋不首先去探望老人，反倒让我把自己女儿卖了。面对素华的指责，叶青葱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别说这个，大哥和侄女的死我也很痛心，但事情已经成定局了，你又何必刨根问底，抓着不放呢？听我的，签字按手印，天家你招惹不起，最后别把自己给搭进去。一旁叶旭成抱着胳膊傲气道：“反正人都死了，你赶紧把字签了，我们家说不定还能搭上天家，带领叶家走向强盛。你自己愿意过这种穷酸日子，别他妈连累我们家，我们还指望到汉江来做大生意呢。”闻言，素华冷着脸上前，一巴掌抽在了叶旭成的脸上。你们家做大生意，靠污蔑栽赃我女儿，猪狗不如的小畜生！谁也没想到，素华竟然敢动手。臭婆娘，你敢打我儿子，我撕了你这张脸！妇人见儿子被打，当即怒道：“够了！”见状，叶青葱怒喝一声，制止道：“都给我安静点！一家人大打出手，传出去也不嫌丢人。”听似一家人，实际是他们想拿到1000万，还是要靠素华。然而，素华扫了他们一眼，语气冰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收了那些人的钱，青云和我女儿的事，有人会为他们讨回公道。你们给我滚出去！”此刻，叶青葱实在忍不住了：“你们都他妈疯了！要不是为了这事，你们一家死绝了，老子都不会回来，更别说是巴结你。告诉你，天家不是阿猫阿狗，人家一句话，你找谁都没用，你不过是一个外姓人，而我是叶姓，我大哥和侄女的事，老子也有权利做主。”说完，他大手一挥，许成把他摁住，今天非要他签不可。一阵敲门声，突然将准备动手的叶青葱父子制止。叶青葱恼火道：“谁呀？这是我们叶家的家事，不想惹事就滚蛋！”你慢条斯理地脱下外套交给晴天，然后抬起脚尖，猛地踢在了叶青葱的膝盖处，当中截断，大小腿分家。叶旭成母子一同痛死，好狠！看着一下将自己父亲踢倒在地，痛苦哀嚎。叶旭成准备呵斥：“你找死！”话还没说完，一道巴掌不由分说地盖在了他脸上，并摁着他的半边脸，在水泥地面上来回摩擦，现场顿时被鲜血染红。但这一下，叶旭成的半边脸就废了。我们是在给天家办事，知道吗？你赶紧松手，否则我立马通知他们过来将你碎尸万段。夫人显然是被吓到了，但还是不忘搬出天界阵势。你收起巴掌，在叶旭成身上擦拭着血渍，同时对素华说道：“嫂子，你告诉他我是谁。”
不管你他妈是谁，老子一家是带着天家旨意来的，动我们你嘟！他是侯爷。素华代为回答。刹那间，满堂死寂。叶青葱在脑海中仔细掂量了一下这两个字的分量后，整个人面色煞白。一旁的妇人和叶旭晨更是浑身无力地瘫在地上，那一瞬间呼吸都不由自主地停住。全天下能担得起侯这个字，这他妈是当今的镇国大将。不可能，那种超凡脱俗的存在不在关外坐镇，反倒现身汉江，你他妈胡鬼呢？叶青葱反应过来质疑道：“先不说你上述话中的一些缘故，单是你的年龄都与传闻不符。”好啊，你个狗东西，竟敢冒充那种尊者的存在，你死定了！叶青葱彻底断定你是在虚张声势，也就没那么害怕。伴随着一道破空声的响起，你探出的巴掌瞬间抓在叶青葱的脑袋上。我需要像你这种不忠不义、不仁不孝的垃圾证明真恶。一连9道响头，道道震耳发聩，6道正对大堂中央叶青云妇女的遗像，余下3道磕的是卧床老人。叶青葱头破血流，但声势不减。明霞打电话，倒是一旁的素华忍不住摇头道：“别浪费力气，你的堂哥我丈夫就是大夏边军的一员，面前的这位侯爷，不久前还在我家杀了几个畜生，当时是有军队跟着来的，不信出去打听一下。”啪嗒一声，电话瞬间摔在了地上。哦，对了，杀的那几个畜生也是见我孤家寡人，来逼迫我签不再追究协议的，貌似跟你们一样。实话讲，这些年姬某人虽然身在关外，但形形色色的人也见过不少。像你这么畜生的，倒是头一次见。你极力克制着语气。我错了，我猪狗不如，我不该听从天家的蛊惑。看在我是青云堂哥的份上，您就别跟我计较这一次了，我一定改。你也没有继续搭理他们，对素华问道：“嫂子，他们让你签这个承诺，给你钱，还是全程逼迫？”绝对没有逼迫，我们答应给他50万，是他不同意我们才动手的。但我们动手也是本着为他好的想法，毕竟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有人在撑腰。那就好，如此我也心安理得了。你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对秦天招了下手。后者会意，连忙掏出钢笔和支票。见到这一幕，叶青葱3人顿时一喜，这是打算为打伤他们做出补偿啊！想着3人都窃喜不已，庆幸自己得亏是叶青云的亲属。这种人物出手会是什么数目？拿着，已签下一个数目扔了过去。叶青葱捡起3双眼睛，同时看了过去。75万，这么点，还有零有整的。堂堂冠军侯给予补偿，不会是搞错了吧？有问题，在你们眼里，你大哥叶青云和侄女叶芊芊的命不就值50万吗？你当时信誓旦旦的拿你全家性命做以担保，声称你所言句句属实，你们一家3口，我给75万，价格公道。你五指摊开，一团纸屑顿时从掌心散落，黄白混合，就仿佛在给他们一家送行。刹那间，3人面色大变，这是要他们偿命。你敢？我们是叶青云的家属，你杀我们不怕传出去名声大损？妇人当场跳起，生死关头也不管你什么身份，直接就言辞犀利的呵斥。轰的一声，你起身一脚握住，顿时血字四溅。怎么不敢？我要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饶命啊，侯爷！侯爷，饶命！